主驾驶，你脚踩电门的那一刻，你去体验，你去感受，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车的外观造型通过我们的镜头是能看得见，但是如果你说体验感，那一定是大家坐在我们的整个车内所能体验得到，对不对？是的。那我们最后4分钟的时间，我看咱们直播间有朋友说这个很期待2027款的 ES 预售啊，在等价格的，还有说有换车的想法了，这样。现在咱们有换车的想法，那就一定要看到咱们4分钟之后的预售发布会。这样的话，说不定您就要把想法变为行动了。是的，我看到张辉这位用户朋友们说几点开始，来再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预计会在今天晚上7点半正式开启到我们预售会，距离我们预售会还有4分钟的时间。什么时候能线下去试乘试驾？点关注右下角小卡片，先去预约这款车的话，立刻马上可以给大家安排好我们上门试乘试驾服务，对不对？是的，线下什么时候能试驾？下方小组件咱们可以先去感受一下。我看看。去年底试驾了 ES， 操控性和底盘确实很好。昨天去 4S 店看了改款展车，就看价格和权益了。价格和权益呢，就在3分钟之后的2027款星途 ES 预售发布会当中会给大家去公布。那其实我目前也能看到，孟元总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是的啊，其实我们的预售发布会呢也即将开始。大家如果说对我们的这辆车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来。等上那么最后3分钟。来，我再统一给大家去回答一下大家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很多朋友们问什么时候能线下门店试乘试驾？来，朋友们先把关注点上，因为接下来3分钟之后，我们要把现场交给我们预售发布会的现场了，对不对？会交给我们孟元总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点好关注。同样呢，右下角会有弹出来小卡片，小卡片去预约，我们给你们安排好上门试乘试驾服务。是的，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赛道级别的星途 ES 这款车型。其实，在我们今天晚上的预售发布会之前，很多的门店已经陆陆续续来了我们的展车，来了我们的星途 ES 2027款的试驾车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多去试驾。是的，那我们接下来的镜头即将会交给我们的发布会、预售会的现场了，对不对？大家一直期待到很久的预售会现场即将要给我们。那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稍作准备呢，让我们共同去期待今天晚上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赛季民用操控之王，我们2027款星途 ES 预售发布会现场。那我们接下来把我们的镜头即将会交给我们预售会的现场了，朋友们，大家敬请期待到我们预售会的发布现场。Exceed 星途。Exceed 星途。尊敬的各位来宾、媒体朋友们，以及线上观看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星途营销中心的张梦圆，非常荣幸今天能和在座的每一位关注星途、关注我们今天的2027款星途 ES 的朋友们齐聚一此，来共同见证这款新车的预售。长久以来呢，中国的性能赛道是不乏追赶者的，但真正能够定义豪华的引领者却寥寥无几。
星途的3.0战略正是立志要打造新能源时代世界级的豪华品牌。从我们品牌的诞生，我们就锚定了全球的市场。我们不做简单的追求者，始终要忠于用户对驾乘的渴望，用我们的底盘、我们的操控、我们的驾驶的硬实力来定义我们的豪华的内涵。正是基于这种的理念，我们把这份的初心最终凝结到了我们今天的2027款的星途 ES 上。今天无数的期待的目光会齐聚于此，接下来就让星途的 ES 用真正的硬实力来定义中国性能豪华轿车的新标准。这份实力早已获得了很多用户的认可。我们看到很多购买我们 ES 的用户会以2个字来评价我们的 ES， 就是好开。不难发现，真实的用户的体验直观验证了这款星途 ES 强悍的操控动力。我们其实是拒绝冗余花哨的配置的。我们在星途，大家知道理工男，一心是深耕驾乘的本质，已经将好开深深融入到了星途 ES 的产品基因之中。当然，用户的口碑真正验证了 ES 的好开，而这份好开呢，绝对不是我们凭空喊出来的，而是车辆经历了很多无数次的极致的这个性能的挑战，反复的打磨，来实现了我们这款车的硬实力。在之前的我们的挑战过程中，我们有飞越火车，我们再有经历了高空的投弹，都是我们 ES 在极致的弯道和极致的性能体验中经历了更高的和更严苛的挑战。我们把底盘、转向以及制动的每一个细节都打磨到了极致，这也是我们极致理工男的精神。一次次的严苛的测试，不仅全面验证了这款星途 ES 的稳定性、可靠性以及操控性的上限，更让优秀的驾控体验摆脱了纸面的参数，转化为了我们车辆与生俱来的本能。当然了，它也让每一个用户的每一次驾乘都能直观感受星途 ES 给你带来的极致的体验，让好开从纸面参数变成了骨子里的驾控本能。当下呢，电动化浪潮大家都知道席卷市场，席卷全球，不少呢用户包括车企可能会有一个误区，片面放大了这个电机瞬时爆发的爆破力，单纯的以0-100加速来去论证我们加速的或者性能的高低，一味的用这种短促的推背感来去制造我们冲击感。但是呢，其实我们看到每一次的驾乘的乐趣的体验，其实它不是只是加速，而是底盘调教、底盘操控、转弯以及加速带来的你的全驾控流程的一个体验。这也是我们星途对性能豪华的认知。当然了，一款真正好开的产品，一款真正好开的车，我们讲究的是各种系统的协同。它有扎实的底盘调教，我们这款车也是来自于很多欧洲的团队，再有一个细腻的转向手感，包括转弯的支撑，同时呢还得有在线性平顺的动力支撑，然后再是把它融为一体，来打造我们这款星途 ES 的性能操控。短暂加速的快感其实是瞬间即逝的，我们全维度的操控的质感才能带来长久的陪伴出行。星途 ES 拒绝依靠直线加速来去博噱头赚眼球，而是深耕整个车的操控的功底，以专业赛道级的标准来去打磨我们这个车的每一个细节，用赛道级的全维度的操控体验来重新定义新能源的好开的新标准。当然了，大家可能会问，那星途的赛道表现究竟如何呢？所谓好开，好开肯定不是吹出来的，而是专业赛道上实打实跑出来的。我们始终坚持。尊敬的各位来宾、媒体朋友们，以及线上观看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们，所谓好开，好开肯定不是吹出来的，而是专业赛道上实打实跑出来的。我们始终坚持用专业赛道的标准对我们这款车进行全维度的严苛的测试，摒弃
空泛的参数宣讲，让真实的表现成为最有力的证明。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段视频来去看一下我们这款2027款的星途 ES 的极致性能体验。好，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星途 ES 在极具挑战性的天宝赛道上，我们这款车以原厂量产车的状态跑出了1分11秒36的亮眼圈速，这份成绩也充分验证了我们这个车辆的底盘、转向、动力3大核心系统高效协同的综合实力。在高端底盘的应用选择上，我们到整车的精细化的操控调教，我们所有的研发投入都是经过深度的技术打磨，都在赛道场景中一一的去兑现，不改装不特调，量产车直面专业的赛道挑战，用实打实的圈速的极致状态下的稳定性和性能，全方位来去验证我们这款2027款的星途 ES 出众的赛道级的硬核实力。很多人看完这个成绩可能都会问了，这么强的赛道性能是不是只是一款服务于少数玩家的小众产品？我可以告诉大家，完全不是。我们就要做的是新能源时代赛级民用的第一车。长久以来，赛级性能仿佛都是百万豪车的专属标签，是少数资深玩家才能触及的玩具。普通人想要它的体验的极致操控，更要付出很多的购车成本，要么花费不菲去改装升级，门槛是高不可攀的。而星途 ES 就是要打破这层无形的壁垒。我们把原本只有在百万级豪华性能车上的双叉臂的底盘结构、全铝合金的底盘，包括6活塞的制动系统，以及专业的赛车级的调教，全部下放到这款用户触手可及的2027款的星途 ES 上。我们做这台车不只是要做一个只能下赛道的机器，而是让你日常开着它就可以自带赛道级的底子，通勤时它可以舒心的代步工具，周末想释放激情，它可以直接带着你去驰骋赛道，它不用改也不用去折腾。我们坚信好的技术不该是少数人的奢侈品，而该是普惠的产品力，真正实现赛道技术人人可及。正是为了兑现这份承诺，星途 ES 在动力性能上打磨至真正的赛道级水准。其中我们的增程4驱版本尤其的性能亮眼，整车的4驱总功率可以达到345千瓦，4驱的总扭矩可以达到634牛米，在强大的动力的加持下，0-100的加速仅需4.9秒，起步是非常的迅猛和凌厉。我们不只追求极致的性能，更兼顾实用与效率。强劲的性能的搭配，成熟的技术调教，让加速、提速是全程流畅从容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2027款的星途 ES， 它会用硬核的数据说话，给你真正的收放自如的赛道体验。强大的动力还要在弯道上来去见真章。一台性能座驾，光看直线加速是远远不够的。转向、侧倾，还有车身的稳定性，才是这款车在操控实力上的核心标准。真正的好开，我们一定不是放在纸面上的参数，而是它通过激烈过弯时的贴地飞行，以及把整个人牢牢地按在座椅上的那份安全以及从容的感受。在专业的场地测试中，星途 ES 的麋鹿测试可以做到83.1公里每小时，绕桩成绩可以做到64公里每小时。即便处于极限驾驶状态，整车也可以依然稳定可控，循迹精准。这些亮眼的成绩的背后，
是整套全铝合金底盘架构以及车身刚性的协同用力，让轮胎牢牢地抓在地面上，大幅抑制了我们整车的侧倾。当每一次转向都是干净利落的，每一次穿行都是游刃有余的，驾驶者自然的可以感受到星途 ES 给你带来的赛道级的安稳和赛道级的驾控的驾驭感。当然了，真正的底盘调教极限场景下是保证了这款车的上限。当然了，我们还是要兼顾日常的舒适体验。我们这款星途 ES 的飞鱼底盘的 2.0 可以让你做到过坎不颠，行烂路非常稳，底盘非常的紧实和不散，这也是我们星途飞鱼底盘带来的巨大的产品的底子的一个优势。为了实现操控与舒适的完美平衡，我们这款星途 ES 配备了更加高端的 HDS 的液压衬套，它的价值是普通液压衬套的10倍以上，硬件的标准直接看齐了100万级的豪华车型。这款配件可以将震动的衰减能力提升25%，成功破解了行业底盘支撑性与滤震性的难以兼容的行业的普遍的痛点。在行驶到坑洼起伏路面时，它能高效的过滤来自路面的颠簸与震动，守护我们驾乘的舒适感。在高速过弯、紧急变道的场景下，又能提供强劲的支撑，稳稳锁住整车的姿态，让赛迪的调教更加的有质感，让你享受每一段的驾乘体验。在解决了底盘的舒适与操控之后，我们的星途 ES 把好开的体验推向了下一个高度，车随心动，指哪儿打哪儿。这个来自于我们的转向系统。我们这款车搭载了 REPS 的转向系统，可以实现 0.08 秒的极速转向响应，转向的噪音可以控制在45分贝以内，较传统的 CEPS 降低了8个分贝，行驶的过程更加的平静。大家知道，这款转向系统其实是比其他的普通的转向系统高出40%的成本，同时呢，转向的输出提升30%，转向的手感、精准的性能，全程无虚位。低速的挪车穿行在街巷的转向是非常轻盈的，驾驶毫不费力。高速行驶过程中、激烈驾控过程中都是非常的沉稳和扎实。无论你是城市的日常通勤，还是奔赴山路的纵情的驰骋，车辆都能够每一个时刻给你从容的姿态。星途 ES 用 0.08 秒的赛道级的转向，让你和车子真正做到了人车合一，不止跑得快，更要刹得稳，这才是星途对性能豪华的理解。当你在释放极致的动力的过程中，有一套可靠的制动系统是非常的有保障的，也是对我们的家人和对自己的一个安全的保障。我们这辆2027款的星途 ES 是以一个赛道级的制动，让车辆可以在瞬间的100公里，包括在极速过程中能稳稳的刹停。我们这款车搭载了同级别独有的6活塞的固定卡钳，这套原本的配置都是放在100万豪车以上的。我们这款车绝对是在安全和制动上给大家做到配置拉满。我们还搭载了 IBS 的智能线控系统，制动响应速度可以提升33%，100公里的刹车距离可以低至34.8米。即便在连续制动和强性能输出的过程中，我们的动力刹车是绝不衰减的，全方位守住了我们出行的安全底线。动力的输出是非常酣畅淋漓的，制动的收束也是从容稳定的。各种的极限测试也全方位验证了我们星途 ES 无可挑剔的操控实力。出色的操控与制动不只是需要底盘的高的性能和高的配置来支持，更需要一副钢筋铁骨来承载。整个它的安全防护，包括它的承重是有很高的要求的。我们在极限的加速过程中，我们这个星途 ES 的盘石车身 2.0 便是把这个安全以及整车的刚度提高到了同级别最强的一个水平。
我们整车的车身扭转刚度可以做到46000牛米每度，同时呢，超过88%的高强度钢铝的占比，也给我们整个车带来了它的承托性、它的稳定性，以及给我们用户带来了安全性。这一表现也是同级独有。超高的车身刚性，让我们整车在高速过弯以及紧急变道过程中的场景，车身始终稳定在一个不晃动、不变形，把激烈的操控也变成从容与舒适的体验。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可以看到，我们之前的星途 ES 是在高环上以200多公里的时速来进行高速的穿插。大家知道，在穿插过程中，不只需要你动力的输出，再有一个，它需要整个底盘和车身以及我们的驾驶员都要承受5倍于车身重量的计值，就是承受5倍的车身重量。这个对我们整车的底盘以及车身，再有一个我们驾驶员都是一个极高的挑战。但是我们当时也出色地完成了这一挑战。强悍的车身，它是我们在赛道上的保障，也是日常出行守护我们用户的车身的一个安全。在赛道上也给我们的冠军车手、给我们的家人、给我们的驾驶员有一个很安全的保障护航。提到好开，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帕拉梅拉，它凭借精准的转向、均衡的底盘调教以及扎实耐用的品质，竖起了豪华4门轿跑的驾控标杆。这也是我们全行业的时代的这个标杆，我们所有人都在对标学习，都在致敬。如今我们也以此为参照，深耕驾乘体验，力求在新能源的领域打造出比肩乃至于超越它的标杆的驾乘体验。而今天我们的星途 ES 也会向这位行业的标杆致敬。我们在整车造型上的反复打磨，精心优化车身的高宽比，搭配了专业的空气动力学的套件以及我们相应的尾翼，我们最终实现了0.205的超低的风阻系数。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帕拉梅拉的风阻系数是0.29，也就是说，我们星途 ES 的0.205的超低风阻系数是超越它的。为了就是它的贴地飞行的稳定性，再有，这刚才也讲到，它不只是带来稳定的操控，再有一个极低的风阻系数，也给我们在行驶过程中呢减少了很多的能量的损耗。这也就是我们在性能参数以及调教上面，包括我们的能耗上面做了完美的融合。我们是在致敬经典，也要超越经典。星途 ES 用更低的风阻为你带来更加纯粹的赛道级的驾控乐趣。如果说超低的风阻是我们对标标杆的外在突破，那么其实星途在做车身底盘下的这个学习和对标，我们也是碾压同级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全铝合金的底盘，我们的悬架，包括我们用的品牌的轮胎，以及6活塞的卡钳，再有一个我们液压的衬套等等，我们都是对标豪华车的。包括我们的性能和动力，都是我们一点点的用最直观、最硬核的拆解形式来展示我们星途底盘上的用料的扎实性。我们希望这个100万的底盘和对标标杆能被更多的人看到。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段我们2027款的星途 ES 的拆解视频，跟我们的标杆帕拉梅拉来进行一个相应的对比。我们来看看里边会有什么相应的惊喜。咱们就先看标杆帕拉梅拉，好，没问题。能看到我们这个右前轮呢，也是已经拆掉了。首先第一个能看到非常大的一个刹车卡钳，它是一个对向6活塞的卡钳。看到它的前悬的结构，对，是一个双叉臂的独立悬架啊，上叉臂、下叉臂，包括仰角都是铝合金的，对对对，全部都是铝合金的，包括它的这个减震器的塔底也是铝合金的啊。我们能看到它的这个副车架武装的还是比较全的啊，那全部都是铝合金的，反正只要你能碰到的地方，基本上都是铝合金的。OK， 那么再接着往后看啊，那这几条这个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稳定支架，对，也全部都是铝合金的。首先映入眼帘的哈，2条这个
两条比较醒目的这两个稳定杆啊，也是这个铝合金的材质，直接一眼看过去是非常大的下摆臂是铝合金的材质，然后它的这个后悬应该是一个5连杆的结构，后5连杆，对5连杆的结构，我们来看一下啊。1、2，哦，这个地方是一个铁的材质啊，有一个铁的，对，这有一个比较细的这个，其中一个连杆，对，是后面的一个连杆，对，是铁的材质，对，然后前面这边还有4、5，哦，其他就全包括羊角，对，就全部都是铝合金的材质了。OK， 那咱们再去看看这个星途 ES， 它的用料怎么样？能够看到它个 ES 呢，也是一个双叉臂独立悬架这样一个结构，但是我发现它的这个上叉臂和帕拉梅拉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高阶的双球头的一个双叉臂。啊，然后用料咱们也是直指一起看一下啊，也全部都是铝合金的材质啊，下叉臂包括羊角全部都铝合金的。这个我们的工艺用的是高压真空铸铝一体成型件啊，非常厚，这样的直接压铸的一个铝件啊。然后这个铝件和我们车身的这个高强度88%的高强度钢，我们是做了一个铆焊接。那咱们接着往后走啊，第一眼能就看到这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应该是全铝合金的一个这个全框式的后副车架。对，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全部都是铝合金的材料啊，这个感觉它比一般的这个副车架好像更大一些，更大更粗壮啊。这是一体成型的，那么传动轴是需要从这个后副车架出来，所以说它其实可以称之为是一个笼式的后副车架，它不是一个平面的，是一个立体的。好，帕梅它也是一个全铝的，没有刚才那个它整个包裹的面积更大。对对对，大家通过这个就可以看出来啊，那个 ES 它的在这个后副车架的尺寸上、用料上就更足一些。对 ，OK， 那我们来接着来看它这个后悬架的用料啊，它也是一个后5连杆的一个结构。对啊，能够看到这个下面的摆臂是一个铝合金的材质，上面这个挺大的这个刀臂啊，也是这个铝合金的材质。其他的另外3个连杆呢就是铁的了。虽然和这个帕拉梅拉有那么一点点小差距啊，但在这个价位里面能给到你这么多，已经是实属不易了啊。好，看完了这段拆解视频，相信大家会和我一样震撼。我们星途 ES 不只是参数上看齐了百万豪车，我们更是在用料、工艺以及调教上真正做到了同级领先。我们整车减重了90多公斤，我们簧下质量减重了50多公斤。大家都知道，簧下1公斤，簧上10公斤。当你的重量降低之后，也大大提升了我们整车的操控性。我们可以带来我们轮胎的抓地力提升45%，过弯的稳定性提升35%，侧向支撑也提升了50%。从核心的零部件选材到整车的精细化的底盘的调教，我们的星途 ES 每一处的底盘细节都是奔着豪华车的标准，也实打实兑现了100万级的赛车级的底盘实力。好了，一会儿我会带大家来去看我们的2027款的产品。好，欢迎回来。刚才呢，我们其实刚才在讲解过程中，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勒芒改装版是非常的帅气的，而且非常的酷。现在呢，在我面前呢是我们的量产版，我们的量产的星途 ES 也是非常的漂亮。我们是把艺术的巧思和空气动力学完美的融合，我们标志性的凤羽蝶面的前脸造型也是非常的灵动和别致，把化茧成蝶、向阳而生的美好寓意勾勒到我们每一个车的一个整车线条之中。整车追寻风的设计理念，从塑造优雅的姿态，同时也打磨出了超低的风阻，让车辆无论你是在穿越在城市道路，还是在急速的赛道上，都能灵动的驰骋。我们出众的设计理念与精工细节也获得了国际设计界的高度认可，接连获得了德国的 IF 以及美国的 Muse， 再有就是意大利的 A Design Award 的3大权威设计奖项，用实力证明了东方美学同样可以享誉全球。硬核的驾控搭配了我们高级的美学，
我们2027款的星途 ES 可以让优雅、实力都完美的融合，做到完美的统一。在高颜值的外观的基础上，我们2027款的星途 ES 还为用户带来了更多的色彩的选择。我们全面升级了整车的色彩和内饰的搭配，我们带来了2款专属的车色和2款定制的内饰，它是兼容美与很多的用车场景的。我们的星驰银利落大方，沉稳大气，尽显从容气场。在我身边的暖云信是温润柔和，优雅别致，尽显温软的格调，这也是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们所喜欢的颜色。我们这2款车色在色彩上面极具非常鲜明的特点，配合我们不同的人群的喜好，也给了我们很多用户的一个不同的选择。在内饰上，我们同样是精雕细琢，活力的撞色的霞红，灵动时尚，氛围感十足。我们简约的素净的雅灰，风格素雅高级，耐看百搭，多样的搭配不只是视觉的享受，更承载着精致从容的生活态度。我们的2027款的星途 ES 会让每一个用户每一次出行都带着专属的格调和专属的精致，以及专属的性能豪华。领略完出众的性能和惊艳的设计，接下来我会带着大家一同开启星途 ES 的智能的全新体验。硬核的驾控之外，现在的智能出行也是我们全球用户的用车需求。为此，我们在智能驾驶领域也持续深耕，全面突破。我们在第2届智能车大赛中，我们的猎鹰700、我们的星途 ES， 包括我们的星途 ET， 可以拿下5冠王。这个都是搭载了我们自研的猎鹰700的智驾系统。我们的猎鹰700是可以实现1段式的端到端的大模型。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强？正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奇瑞是有 Robotaxi 的 ，Robotaxi 是有 L4 的算法的。我们把 L4 的 Robotaxi 的算法回灌到我们整车，就是现在我们这款猎鹰700上面。我们有4000万公里的高质量的数据，以及30万个小时的 ADAS 的采集，为我们全场景筑牢了安全的屏障。我们从来不依赖模拟的测试，所有的技术成果，包括我们的赛道成绩，均是来自于复杂的路况和反复的实测以及验证。强劲的底盘赋予了驾驶的热情和激情，顶尖的智能科技则有效分担了通勤的压力，让出行变得轻松惬意。和在日常早晚高峰，我们这套星途的 ES， 这套1段式的端到端的大模型，我们还给用户带来3种选择：我们的这个敏捷版、标准版以及舒适版。敏捷版可以在你的早晚高峰里边，你的通勤效率非常高，只要有高速通勤的道路，它会快速的变道，让你的早上上班不迟到。我们的舒适和标准版本让驾控更加的安心，对于我们的女性用户、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是一个很好的保障，会让你在智驾过程中你是好开到爱开，都是我们这款星途 ES 未来的智驾上面的一个突破。我们希望的是，我们2027款的星途 ES 对未来的用户的驾乘体验，包括我们日常的智能的驾驶辅助体验，都能够牢牢地掌握在我们的驾驶用户当中，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加的便捷。智能会让驾驶更加的从容，强劲的动力以及持久的续航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这款2027款的星途 ES 给用户带来2款动力的方案，彻底解决了你的里程的焦虑，它可以让你享受每一段的长途的旅行。我们这款星途 ES 这次升级了41千瓦时的电池，比原来要变得更大，续航里程做到了302公里。基本上我们每一个用户可以做到绝对的1周充1次电，甚至2周充1次电。我们增程版本的综合续航可以做到1685公里，我们的极限续航可以做到2000公里以上，这也得益于我们超低的风阻，我们超低的能耗的一个表现。我们这款车还带来了我们 1.5T 的增程器，
它的热效率转化可以做到45.79，而且极限的发电功率可以做到100千瓦。大家都知道，其实在高速过程中，退电是我们在日常用增程最大的一个痛点。大家讲这个有电一条龙，没电一条虫。但是既然我们要做性能豪华的我们的20万级的豪华产品，那我们的油电转化效率就要更快更强。我们的油电转化效率可以做到3.71千瓦时每升。再有一个更加的快，就是让你在高速120、130在馈电的情况下持续有高强的动力的输出。我们还有宁德时代的100千瓦时的大电池，我们 CLTC 可以做到860公里。很多的用户包括我们的经销商在做体验。还有我们每100公里的电耗可以做到12.4千瓦时每100公里，也可以做到这个同级的第一，绝对是获得了1级能耗的认证。现在我也可以发起全网的一个挑战，我也希望我们的竞品、我们的友商来跟我们 PK， 我们来确保给用户的产品是一个极低能耗、极限性能的产品。从城市的通勤到跨城的远行，我们2027款的星途 ES 双动力的全场景的配合，可以让用户完全的告别里程焦虑，然后尽享纯粹的驾趣。从驾控到动力，从颜值到续航，我们每一处的打磨都是为了给用户一个最完美的答案，也是保证了我们购买2027款的星途 ES 有一个最初的热爱。我们2027款的星途 ES 的使命就是打破赛道级的性能的价格壁垒，真正的把好开带给每一个热爱驾控的用户，让原汁原味的驾控乐趣触手可及。我们有赛级的底盘，可以让你踩下去动力响应非常的平顺，让你体验推背感，让你在日常包括晚上下班之后有一个性能的体验，充分释放我们一天的工作的压力，让你在城市过程中体验我们驾控信心的拉满。再有，我们有赛级的制动，当你踩下去的时候不是软绵绵的，而是感觉到我们制动非常的线性，非常的平稳，而且扎实有力。我们还有赛级的转向，能让你在操控过程中非常的精准，非常的跟手。再有我们赛级的安全，我们整个车身的刚度是非常强的，我们盘石车身的 2.0 都让用户在极限挑战包括安全事件发生的时候，保证我们的每一位驾乘人员，我们每一位家人的安全。我们2027款的星途 ES 就是要褪去高价的门槛，以一个合适的价格打破价格的局限，把我们纯粹的性能好开、产品好的体验，包括智能更强，带给我们每一个热爱驾控的驾驶者，每一个热爱车的用户。我们相信买星途的用户都是懂车的，买星途的用户都是懂产品的，买星途的用户都是懂得驾控体验的。我们今天也会以一个更加亲民的价格带给用户真正的100万级的豪车的驾控体验。我相信我们讲100万不是真正的夸张，而是真正的想给用户一个底盘调教超过100万豪车，底盘配置达到100万豪车，包括我们的智能可以超越100万豪车的一个全新的2027款的这个星途 ES。 最后肯定是大家最关注的时刻，下面我即将揭晓我们2027款的星途 ES 的预售价格。我们这款车也是经历了全维度技术沉淀以及赛道极限的挑战，再有我们有5大100万级的配置全部拉满，我们的底盘、我们的安全、我们的操控全部装进这款20万级的星途 ES。 我们纯电860 Max 激光雷达版预售价是21.99元，我们增程255 Ultra 4驱激光雷达版预售价是20.99元，我们增程302 Max 激光雷达版预售价是18.99元。我们不只有价格的惊喜，我们今天还给
我们很多的用户朋友们带来了更多的福利。首先呢，我们为专属性能的运动玩家们打造了我们的极影运动套件，包括我们 ISD 的风雨交互大灯，以及我们御风电动尾翼，原价是8999元，预售期间用户的专享价只要4999元，直接可以拉满你的赛道气场。同时，我们还给选择不同版本的用户带来了更多的福利。我们的302 Max 版，包括我们的纯电860 Max 激光雷达版，现在预定直接可以免费送价值6000元的20寸高阶运动轮毂以及马牌轮胎，不用加钱，一步到位。再有我们的增程255 Ultra 4驱激光雷达版本，刚才我们讲的我们的 ISD 大灯，包括我们的运动尾翼8999元，也是不用加钱，一步到位。再有不止这些，我们还推出了重磅的预售权益，让这份豪华可以触手可及。我们下定即享1000元抵4000元的购车基金。我们今天还带来了我们3款极具质感的颜色，我们的星驰银、我们的远银杏、我们的云英紫，原价都是6000元，在预售期间用户只需要3000元就可以免费升级，免费提升我们的专属格调。还有我们的限时的升级礼，我们价值6000元的免费赠送的豪华的这个选装礼。不止这些，我们还给大家带来我们价值1万元的首任车主终身质保，我们的流量礼、我们的救援礼都是星途给用户的诚意，这就是我们重新定义豪华的底气。我们用20万级的价格可以拿下真正的100万级的性能底盘，真正的100万的豪车体验。我们的星途 ES 就是为让每一个用户都能在轻松拥有一台真正的懂得驾控、懂得生活的性能豪华的座驾。当然了，我们希望大家持续在上市期间关注我们的产品，上市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更大的价格惊喜。除了刚才我讲的产品的福利和价格的福利，未来我们的目标不只是让用户轻松的拥有赛级的座驾，更是让汽车的文化、汽车的运动真正走进中国。大家都知道，我们跟勒芒签约，我们选择勒芒，正是因为勒芒的精神，它不只是追求极致的速度，它更是一场代表着中国人类冒险、突破极限以及超常挑战的勇气以及自我超越的坚韧不拔。我相信我们会让勒芒文化在中国生根。我们的2027款的星途 ES 的每一处性能的打磨，正是勒芒精神进入到全家万户，进入到我们中国用户的一个极致的表现。我们的2027款的星途 ES 会在动力、操控、制动以及续航上做到完美的融合，这也是我们星途 ES 对勒芒精神的以及极限挑战精神的敬畏。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能够是中国汽车对赛车文化和赛车运动的一项极致的突破。就在今天6月12号，我们万众瞩目的勒芒24小时耐力赛即将迎来收官的时刻。在此，我们由衷的也祝贺所有的参赛选手能够再创佳绩。借着这份赛道的热潮，我们正式宣布我们的勒芒训练营正式开营，专门为我们的车友打造专业的、系统的以及全方位的驾控平台，以及我们的社交的运动圈子。我们希望我们的星途的用户是一群爱车、懂车、玩车，真正的跟产品融合的我们的用户朋友们。我们打破赛道与日常的壁垒，参与者无需专门的改装车辆，驾驶自己的星途 ES 的量产车，就可以在专业的赛道里面驰骋。在这里，我们可以系统的给大家进行驾乘的培训，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100年勒芒的赛事文化的底蕴和魅力。我们也希望从此拉近大众与赛车运动的距离，让热爱落地，让每一个普通人的赛车梦想都触手可及。我们对标了100万帕梅的底盘架构，
到坚固舒适的豪华座舱，我们用全维度的硬核给出了用户一个100万性能豪华的答卷。2027款的星途 ES 的使命就是把纯粹的驾驶乐趣还给每一个热爱方向盘的人，让每一次的转向都能精准跟手，让每一次的制动都稳如磐石，让每一次的加速都收放自如。2027款的星途 ES， 它一定不只是一台车，它更是为所有热爱驾驶的人准备的一份真诚的礼物，立足中国制造，重塑电动轿车好开的新标准。我们2027款的星途 ES 将开启属于中国人的性能新时代。2027款的星途 ES 的预售发布会即将到结束了，我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星途 ES， 上市价格一定是惊喜满满，我们预售期的权益也是非常大，希望大家尽快订购，感谢各位。Exceed 星途。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星途官方直播间。想必的话，锁定我们官方直播间的用户朋友们已经刚刚去揭晓到我们2027款星途 ES 这款车的一个预售价格了，是非常香，对不对？相信大家也听到刚刚孟元总给大家的介绍了。我们这次呢，总共3个版本，增程302 Max 激光雷达版是18.99000，我们增程255 Ultra 4驱激光雷达版是20.99000，以及我们纯电860 Max 激光雷达版本是21.99000，再加上我们的现金礼、我们的炫彩礼和升级礼，是的，能给到大家的权益真的很多，非常棒了，对不对？而且大家会发现，这次我们3个版本都是带有我们的激光雷达，就相当于我们的猎鹰700，大家全系都是能拥有在手，对不对？而且这次的话，我们现金礼，朋友们，大家刚刚有很多用户朋友们都说非常期待，我们这次下定机享1000元可以抵现金优惠4000块钱的购车金，包括我们还有价值6000元的高档车漆颜色，现在3000块钱就可以限时可以进行升级，就是我身后的暖云杏，包括我们的云银紫，包括我们的星驰银3款颜色，可以只需要3000块钱就可以加装升级。是的，而且不仅是如此啊，除开咱们的颜色以外呢，我们价值8999元的外观套件，包括我们的 ISD 风雨交互大灯，我们的御风电动尾翼限时是4999元升级。是的，还有价值6000元的20寸的竖插轮毂，加上品牌轮胎，限时免费赠送。但是这个轮胎的话，限时是我们增程302的 Max 激光雷达版本，还有我们价值6000元的20寸锋刃轮毂，加上品牌轮胎，限时免费赠送，仅限于我们纯电860 Max 版本，给到我们用户朋友们。还有价值8999元的外观套件 ISD 的一个风雨交互大灯，加上我们御风电动尾翼，都是限时免费赠送给到我们的用户朋友们。而且最后呢，还有我们价值6000元的20时的运动滑板轮毂，限时3000元，可以被我们增程255 Ultra 4驱激光雷达版本的用户去选装到啊！我看到大家在这个评论区真的。这个大家也很热情啊，都是满满的诚意，已经敲定订单啊，等待这个交付车，说明已经有朋友这会儿要下定了，对吧？是的，我看到有很多朋友说，花旗，我现在想要去买车购车，想要去参与到我们的试驾，或者说想要去订车了。来，直播间右下方咱们的小风车小组件，您可以去预约报名，我们呢会安排到专业的官方这里的黄金客服主动跟您去对接的。是的，同样的话，在我们直播间的用户朋友们，大家不要错过我们右下角的小卡片，大家可以再去预约
成功之后，帮你去对接好，限时锁定好我们这一波预售权益。其实刚刚梦圆总最后有句话有说到，上市还有惊喜，对不对？大家可以把关注点好。那同样的话，大家对我们星途 ES 这款车型还有哪些想了解的？想买一台送给女朋友可以啊？想买一台送给女朋友可以啊，这位朋友，这台车我觉得很适合女孩子去开的一台车啊，不仅是外观好看，而且整个的配置功能，其实女孩子去用的话，也是情绪价值拉得非常满。是的。而且刚刚有粉丝朋友问什么时候结束的，刚刚结束了，但是结束了不代表我们这场预售会就结束了，对不对？我跟花喜的话还会陪伴大家，再次的跟大家去讲解到我们这一次的一个预售权益，包括这款车会给大家带来哪些亮点升级，还是无边框的车门模式的啊。我们这次的话也是给大家做无边框的一个车门设计，包括我们这一次它整款车给大家采用是赛道级别的性能豪华啊。刚刚看到有很多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现在好像不知道价格的，一直在问价啊。来，花喜再给大家来报一遍，可以。咱们增程302 Max 激光雷达版本是18.999万，增程255 Ultra 4驱激光雷达版本是20.999万。是的，咱们的纯电860 Max 激光雷达版本的价格是21.999万，这个价格是非常之香的。花喜刚刚说的是价格，那主播可接着给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的一个预售权益。首先的话，我们有现金领，下定只享1000块钱可以抵扣4000块钱的购车金。说这个限制的话，在我们 App 上，包括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线下门店可以去下定到。同样的话，我们还有炫彩礼，炫彩礼的话包含我们6000元的高档车漆颜色，现在只需要3000块钱就可以进行升级。这三个高档车漆颜色分别是我们的星驰银、暖云杏，包括我们云因子这3个颜色可以进行一个半价升级，对不对？同样呢，我们还有价值8999的一个外观套件，是可以限时4999元进行升级到。是的。同样呢，还有很多的一个质保礼、流量礼、救援礼给到我们的用户朋友们。我看有朋友问说，我们的增程2驱它的一个0-100加速7.4秒的一个速度，如果说您更追求到0-100加速这样的一个速度的话，我更推荐您选择到我们的4驱版本，能给到您的0-100加速是4.9秒。是的，它整款车我们这次的主题内容也叫做赛级民用操控之王。那我们真正的给大家采用是赛道级别的底盘、赛道级别的性能、赛道级别的整车安全给到我们的用户朋友们。是的。啊，我看大家这个都说要准备锁单了，是吗？还有说我们去参与这个勒芒啊，也是一个持久战，开启了整个性能时代了，是吧？啊，其实能给到我们整个的体验感，从整辆车上来看，它是不同的啊。每一辆车它一定都有每一辆车的优势，而我觉得我们星途 ES 这辆车更多的赛级民用操控之王，它是在整个驾驶乐趣、驾乘质感、安全性以及智能化方面能给到我一个全维度的帮助。是的，刚有位粉丝朋友问到305和255有什么区别？一个是2驱，一个是4驱的一个区别啊。这位朋友侯小汉这位用户朋友们还在我们直播间吗？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305它是2驱版本增程2驱的价格，然后255的话它是增程4驱版本的一个续航里程，纯电的一个续航里程。因为增程的话，我们是有纯电的一个续航里程，包括它的一个综合续航里程啊，朋友们。像刚刚我们说到860，它是一个纯电续航综合里程，对不对？它是100度的一个电池包。根据大家的一个出行场景、出行需求，我们可以进行去选择到我们要增程还是纯电。是的啊，很多朋友可能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啊，还没有。我看有很多朋友还是在问这个出价格了吗？价格已经出了，是好吧？那咱们简单去报一下目前的一个预售价格，是的啊，18.999万、20.999万、21.999万，总共3个版本。我觉得这个价格的话是非常香，因为我们增程这一次的话3个版本全系都是带有我们的激光雷达，相当于你是拥有我们的猎鹰700辅助驾驶，是的，给到我们的用户朋友们，相当于是猎鹰700这次给大家做到了全系标配啊，我们让更多的车友能够去感受到我们在智驾、我们在智能化这方面所做出的进步，包括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去感受到我们这次在整个车上的诚意。是的，而且很多朋友们都说已经锁定了是吗？已经锁单成功了是吗？朋友们还想要，刚刚有很多我们在预售会之前的话，很多用户朋友们都说非常期待，看出了价格就要去锁单的。那这次的话，我们刚刚说到，我们锁单成功的，相当于你1000可以当成4000块钱去抵扣，对不对？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去锁定的，右下角会有个小卡片，大家也可以点击立即去预约，先去下单锁定，拿到我们的预售权益在手。
而且这次呢，我们会给大家上到新的颜色啊，我们的星驰银，包括说暖银杏以及我们之前的云英紫，是的，这3款颜色呢仍然是一个6000元的车漆颜色，现在限时是3000元，能够去给您选装到位，这是我们的炫彩礼。当然，在升级礼当中啊，我们的外观套件、我们的舒刹轮毂、风刃轮毂、风雨交互大灯、御风电动尾翼以及花瓣轮毂都在不同的配置上有到一些不同的优惠。是的，所以这一次的话，我们的诚意满满，权益满满，价格也很满意，对不对，朋友们？大家如果还没有去锁定的，也可以去锁定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刚跟花旗用了大概10分钟时间给大家去讲解到它的一个预售权益和预售价格。那很多朋友们可能刚刚来我们直播间，还不会去了解到整个车会有哪些换新的升级点，对不对？那我们先从它的前脸开始给大家去讲解，好不好？是的，那正好呢，咱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啊，也回答一下我们车友朋友们大家的问题。2驱有没有流媒体后视镜？这次没有做流媒体后视镜。是的，我们这次的后视镜都是这个样子啊，粉丝朋友们，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后视镜这个设计。流媒体后视镜怎么说呢？有的人觉得好用，有的人觉得不好用。这种充满争议的配置，其实我们可能目前在车上暂时还不会给大家搭载到。是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考虑到安全性的配置，所以在我们真正确定整个市场对大家认可这项配置之前，暂时不会用。是的，大家可以点好关注啊，粉丝朋友们。我觉得这次来到我们直播间，很多朋友们非常就是期待到我们这次的预售会，包括我们这次预售会刚刚结束，也得到了很多用户朋友们的一个追求，想要去下定锁单了，也说明我们这一款车它的底盘包括它的价格和它预售权益，也得到了很多我们用户朋友们的一个喜欢，对不对？因为买一款车，大家不仅仅要关注到它整车的一个价格，包括它的预售权益，那车毕竟是大家每天会开得到、用得到的一款物件，对不对？那我们再给大家去详细的去讲一下我们2027款星途 ES 这款车型具体会给大家带来哪些全方面的升级亮点，好不好？我看有朋友说这个别吹牛啊，把3大件弄好，不用吹牛。那感觉我们就不用接着给大家说了啊。当然，3大件本身做得很好，不代表说我不用宣传啊，这本身来说不是一回事儿。其实星途呢，一直以来我们都想去把您整个车的硬件配置，把您的安全性，把您的舒适性，把您的驾控感受去往上拔高一个层次。那这次在我们的2027款的星途 ES 这辆车上也得到了实现。当然它本身的3大件呢，我们在之前其实用了2个多小时给大家去聊。是的对，那我相信大家对我们的3大件应该还是比较认可的了。其实大家买一款车，可能当下的购车趋势，大家会关注到3大件。那真正的话，车一定是在开起来过程当中所能给大家带来一个驾乘质感，对不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次的话，我们星途 ES 这款2027款星途 ES 也给大家做全面进阶，因为我们叫赛道级，对不对？赛道级，那说到赛道级，大家会想到什么？一定是它的底盘调教，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所能给大家带来一个驾乘操控感，所以我们这次也叫做操控之王，对不对？所以我们星途 ES 这款车型，第一个大家可以先锁定好我们星途官方直播间，我跟花旗的话全面的给大家去讲解到这款车会给大家带来哪些换新点，包括大家所期待到这款车的预售价格和预售权益，都可以做一个详情的解答。是的，那咱们接下来呢就回答一下咱们直播间的弹幕啊，有问这个 ES7 GT 什么时候上的？这个车呢咱们敬请期待吧。官方直播间会给大家最准确的回答，但目前确实没有文件告诉我们说具体什么时候要上啊。然后我看看啊，很看好星途发展，跑到这里来质疑3大件啊，这个大家应该是知道的，就是我们星途，我们整个奇瑞集团呢，其实对于3大件的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就是你可以。就哪怕你过来质疑我们的智能化，你质疑我的舒适性，你质疑这些东西，我觉得都不应该质疑3大件。是的，你看这位粉丝朋友秦车飘这位朋友说，星途的3大件不用怀疑置业，无需考虑，肯定是好，不用讨论。我觉得更多的朋友们，车它毕竟是我们在行驶的状态下，包括大家用车体验过程当中所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舒适体验，包括它的一些价值性。其实大家很多朋友们都说3大件，那我们给到大家3大件，那这个3大件必须得能让我们用户朋友们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去能使用得到，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星途 ES 大家
星途 ES 这款车型，大家讲究的大沙发，我们这次是座椅。是它的一个支撑性，大家跑长途的过程当中，能提供大家的一个支撑性，让短途上下班接送小朋友能给大家带来一个软度，对不对？所以大家所关注到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期待好我们星途 ES 这款车型，也会给大家安排好上门试乘试驾一个服务。是的，就不管其实是大家所关注的10年前、20年前的老3大件，对吧？就是变速箱、发动机啊、底盘啊这些方面，还是说我们现在电车的新3大件，电池、电控、电机啊，还是说我们在车的内饰方面做的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个3大件，不管是哪一个，其实这次做的都还不错啊，非常棒的一个配置。好吧，我觉得更多的是咱们自己去感受一下，永远比您在直播间当中听花旗去给您说这么多来的更实在。我的星途 EX7 用的特别舒服啊，准备给我媳妇儿买一辆星途 ES， 合适啊，刚刚好咱们的新车今天晚上的预售发布会已经结束了。是的，那目前的价格呢，大家也已经看到了，其实更多的是想要给到大家一个实车更好的体验感啊，这个大家在发布会当中应该能看出我们的整个诚意了。是的，刚刚也有位粉丝朋友问到我们的预售价格，来可可先给大家去分享一下预售价格。我们增程302 Max 版本激光雷达售价是在18.99，我们增程255 Ultra 版本4驱版本售价是在20.99，我们纯电860 Max 激光雷达版本售价是在21.99。3个版本，朋友们大家会发现，我们这3个版本全系都是带有激光雷达，就相当于全系都是拥有到我们猎鹰700辅助驾驶功能，包括现在我们还有限时的预售权益，有我们的现金礼、炫彩礼、升级礼、质保礼、流量礼、救援礼。我看有朋友说这个星途就是太老实了啊，这话就怎么说呢？啊，我们确实老实，就是我们一直勤勤恳恳的去在整个车的架构，在整个车的这个驾驶的控制，包括说操控以及整个内饰的设计啊，包括说我们在整个车的安全性方面，一直去钻这个牛角尖，一直去琢磨啊。但是我觉得钻这个牛角尖它没有错。是的，那大家都说到我们的用材用料都是非常扎实的，造车就得有造车的意义嘛，对不对？车辆给到我们用户朋友们，一定是能让我们用户朋友们可以去体验到我们星途 ES 这款车所能给大家在每一次出行场景当中能解决问题。对不对？就像当下大家买车都会关注到辅助驾驶这个功能，那辅助驾驶这个功能的话，也是同样的道理，辅助于大家是有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长途跋涉的过程当中，能缓解我们的一个疲劳驾驶。那如果我们是新手司机，在遇到一些突发情况、一些是比较紧急的情况，我们的猎鹰700更多的是辅助于我们的车主朋友们。包括这次的话，我们还能给大家去做到 L4级别的一个算法回灌，所以它的行车模式，包括它的一个反应能力，那都能做到超人反应能力。对不对？我看有朋友说这个准备年前买的啊，准备年前买的，现在年终就可以下定了。对，年终可以下定了，我觉得年前你就可以开上了。咱们也不差那几个月了啊，因为您现在在预售期间，如果就下定的话，那您能享受到的权益一定会更多，好不好？然后我看还有说这个发布会结束了吗？结束了啊，已经结束了。我们在8点10分的时候正式结束的，好不好？是的。那在整个发布会当中，包括说我们目前的价格、目前的权益，以及我们整辆车能给到大家这些比较有诚意的配置，都已经在发布会当中给大家去公布了。是的，来，刚刚看到很多朋友们都跟我们分享到，大家，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觉得这次的我们预售价格满不满意？满意的可以在我们公屏上飘个满意2个字，对不对？因为我要听到大家的一个心声。是的，我们的预售价格已经出来了。那大家如果还没有了解到我们的预售价格，包括我们2027款星途 ES 这款车型具体会有哪些换新点，那大家也可以锁定好我们官方直播间，对不对？大家可以把我们的满意可以飘在我们的公屏上，对不对？因为预售权益的话，还有预售价格，在我们后续，哇，我看到满屏的满意了，哇，真的得问一下我们的用户朋友们，确实满意。是的，我看看啊，这个跟 EX7 同款智驾吗？对。是的啊，跟我们自己的 EX7 是同款智驾，用的都是猎鹰700。是的啊，然后还有说什么的呀？多了智驾多了4万块啊！多了智驾多了4万块，这个多了智驾多了4万块是从何而来？您是拿我们现在的这个这个版本去跟我们之前15万2800那个版本去比是吗？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呀。
是的，你要大家不要仅限于去关注到它的一个价格，你不能光去拿着价格和激光雷达和支架去进行对比，而且你要关注到是它各个方面的一些配置、升级，你要关注到它的配置，包括说目前它的权益能够给到大家的是什么，对的，包括说。在目前的这个车上，我们能给大家所做的这些升级礼，您也是要看在眼里的。是的，所以论它的大家所能了解，大家脑海里可能会关注到辅助驾驶这个功能，更多方面，比如它的底盘，比如它的一个内饰设计，比如它的整款车的一个综合续航里程，对不对？都是做到全面的升级。还有大家很多方面会关注到的一个叫做小蓝灯，对不对？我们的领航小蓝灯也是给大家去做到标配了，是不是？相当于人人都可以拥有到我们的0170，人人都可以去点亮我们的小蓝灯。你看，刚刚这位老哥说了，说实话实说，我觉得还不够诚意。没关系，既然这位老哥这么说了，那其实我们孟岩总在直播当中也告诉大家了，现在所公布的叫什么价格？预售价格。那真正上市的时候，会不会再给大家来一波惊喜呢？大家敬请期待。是的，距离我们上市的时间，大家可以看到预售会都已经开了，对不对？那后续的话就是我们的上市发布会，大家可以先点好关注。我觉得更多的朋友们去了解一款车，因为车大家陪伴大家可能会多年，不是1年2年就结束了，对不对？大家选择一款车可能是会长期考虑的，那一定要看重是这一款车的一个整车的安全性，包括它的底盘调教所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能体验到这款车所能给大家带来一个驾驶乐趣，包括它整款车的空间，是这样。来，这位男孩子，这位用户朋友们问到这个车是纯电还是增程？我们星途 ES 这款车型它既有纯电和增程，是的，还有2个增程版本加1个纯电版本。ES 的智驾连续5届智驾大赛都是冠军队，我们已经拿到了5城魁首，从台州、温州到金华、芜湖、合肥，是的，连续5站的冠军了。这套智驾我觉得应该还是没有什么好去怀疑的。更多的我觉得大家自己去感受一下。还有问这个瑶光为什么不给上支架的，还有说它的瑶光不是亚特兰蒂斯的光之美学吗？这个它和美学设计，首先花旗跟您说一下，它是无关的啊。虽然说我们现在是说要做油电同质，但是其实在油车当中想要去做智驾，它的底层逻辑还需要我们继续给大家去磨合。我们希望给大家呈上的是一份成熟的车型，而并非是一个半成品。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宁愿不给大家去上到0700，我们也不愿意端出一个半成品上来，好吧？是的。所以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星途 ES 这款车型，还有大家所关注到的我们星途瑶光这款车型，每一款车型所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用车体验都是不一样，对不对？而且它整体的车型也是不一样，是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看到很多朋友们都说这一波没有白等，是不是？我觉得大家如果喜欢我们这款车型的，第一个可以先去锁定好我们的预售权益，因为现在预售权益是非常香，你下定1000块钱可以抵扣4000块钱，包括我们还有价值6000元的马牌轮胎限时免费赠送，对不对？是的，是的。我看有朋友说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啊，这个预算太高了，还有说这个17万元起更合理。来，没关系，到底多少万元起更合理？虽然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什么？这个价格呀，它只是预售价。是的。其实，在去年我们 ES 增程刚刚预售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说花旗我觉得高了，我真正上市又降了1万。是的。当时每一个人都跟我说花旗这价格可以冲了，所以它连续3个月在增程轿车榜上面拿到了冠军。是的，所以大家说到价格朋友们，大家把关注点好，因为今天我们开的是预售会，对不对？那接下来下一步的话，我们即将会开到我们的上市发布会，所以大家先锁定的是什么？预售权益，你相当于比我们之前的比我们之后的用户朋友们多了一个预售权益在手，对不对？而且的话，大家要知晓，说到价格，是的，朋友们，我们现在的预售价格也非常之香，18.99的价格，20.99的价格和21.99的价格，我们即将拥有到的是我们的2027款星途 ES。是的，然后有朋友问这个充电速度怎么样？来，花旗跟您简单说一下。目前的话，从30%到80%，只需要15分钟。是的，对，也就是说我15分钟能让你保持到一个430公里左右的续航。是的。
来，我们的充电速度的话也是非常之快，因为当下大家购买一款新能源车，那肯定会问到它综合续航里程，包括它充电速度，包括它的电池安全性。从这3个角度来给大家去分享。第一个，我们增程版本会分为2驱和4驱，供大家去选择。2驱版本我们纯电续航能力可以达到302，是有302公里的一个续航。如果大家选择到我们增程4驱版本，我们的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255公里的一个续航。无论大家选择哪个版本，其实我觉得这个纯电的续航里程可以确保大家1周的用电量，是相当于你的后续的用车成本更加经济又实惠。包括像花旗刚刚也介绍到，我们充电速度30%充到80%，仅需要15分钟的时间。那我们电池包的安全性，其实我觉得有关注过我们新途汽车，有所保障的。对的，啊，我们就不仅是超越新国标，而且我们的起标它是远高于新国标的啊，所以大家请可以放心，好吧？来，我看看啊，咱直播间的朋友们有说支持快充，我买了，买了是吗？增程版本呢？增程版本的话，我们总共这一次给大家上了2个版本，我们302 Max 激光雷达版本这是2驱，以及255 Ultra 4驱这是4驱。啊，那这2个版本的价格分别是18.99万和20.99万，但是目前您可以去参与到咱们下定享受到1000抵4000购车金的一个活动，也就是说价格再往下降3000。是的，而且这还只是目前我们的预售权益。您如果说等到我们真正上市之后，说不定它的价格还有惊喜。是的。来，这位朋友说，作为 ES 车主为核心，为品牌开心是吗？我觉得作为我们 ES 车主，作为我们新途汽车的车主朋友们，那我觉得成为我们的车主也是一种幸福，对不对？成为我们的车主的话，你可以了解到我们新途未来的一个战略规划，是我们不局限于在造车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是能让大家体验到我们汽车所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价值性，对不对？车更多的话，像当下大家买一款车，可能不局限于我们从 A 地点到 B 地点了，是提高我们生活的便捷性。那更多的这边有个车友说我是全国首提 EX7 啊，这次看能不能全国首提 ES 给媳妇儿开，有没有下定？有没有下定啊？那这会儿就得赶紧下定了啊！它是按照咱们预售下定的这个时间来定，到底您的生产的时间是多长时间的？是的，好不好？我看看上市以后增程4驱20万。上市之后的价格呢，我暂时不知道，好吧？现在我们预售的价格已经是20.99了呀，朋友们，20.99就是上市之后可能会更低一些，反正大家可以简单的去带着一点惊喜的这个心去期待一下，好不好？预售权益有哪些呢？这样花旗呢给大家再去简单把整个车的价格以及预售权益说一遍，好不好？来，首先我们这次总共给大家上到3个版本，我们的增程302 Max 激光雷达版本是18.99万，增程255 Ultra 4驱激光雷达版本是20.99万，纯电860续航的 Max 激光雷达版本21.99万。那咱们的限时预售权益有第一个现金礼，现在下定能够享受到1000抵4000的购车金。是的。第二是咱们的炫彩礼，价值6000元的高档车系颜色，我们的新驰银、我们的暖银杏以及云英紫3款颜色，现在是限时3000元。优惠升级，那还有咱们的升级礼，价值8999元的外观套件，我们的 ISD 风雨交互大灯、御风电动尾翼，限时能给到咱们增程302 Max 激光雷达版和纯电860 Max 激光雷达版本2种车型的车主4999元去升级。那咱们价值6000元的20时的竖叉轮毂加品牌轮胎，限时免费赠送给咱们增程302 Max 激光雷达版本的车主，价值6000元的20时锋刃轮毂加品牌轮胎，限时免费赠送给到咱们纯电860 Max 激光雷达版本的车主。那咱们价值8999元的外观套件，也就是我们的风雨交互大灯以及御风电动尾翼，限时免费赠送给我们的增程255 Ultra 4驱激光雷达版本的车主。是的，以及最后咱们6000元的20时运动花瓣轮毂，限时3000元可以去给到咱们255 Ultra 4驱激光雷达版本的车主去选装的。
是的，听完花溪介绍完我们的一个预售权益、预售价格的话，我们的诚意非常满了。这还仅仅是我们的预售权益和预售价格。那大家所期待到的，我们的接下来上市发布会会带来哪些精彩内容？大家第一个点好关注，但是不要错过我们的预售权益，1000抵4000的一个购车金，包括大家所喜欢我身旁的这款车的一个车漆颜色，就是我们的暖性色。这个高档车漆颜色的话，这一次的话，我们只需要3000块钱就可以选装到，对不对？高档车漆颜色，它是能做到耐腐蚀性、耐刮蹭，它的色彩饱和度够高，加上它的光泽度，通过镜头大家都能看得见。是的，我看有车友说这个上班族直接可以充基础版啊，预算刚好，配置够用。哎，对，确实啊。作为一个上班族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价格很合适，而且在上市之后，说不定还会给我带来一些新的惊喜。是的，在这样的一个价格基础上呢，其实它的配置，第一是完全足够我去使用，第二它还能给我的生活上带来一点改变，那我觉得合适。来，刚刚这位李松这位用户朋友说，同品牌置换有什么权益？来，朋友们，想要拿取到更加精准的一个落地价格单，大家右下角的小卡片千万不要错过，先去预约，因为我们线下将近300多家门店，主播会根据你们所在的地方和地区，帮你去对接好落地的一个精准价格。但提前的是什么？一定要锁定好我们的预售权益，对不对？这次预售会刚刚结束，但是我们的活动还没有结束，对不对？我跟花喜的话一直会陪伴大家，陪到我们晚上9点半，也是能让我们用户朋友们锁定好我们的预售权益，入手到我们2027款星途 ES 这款车型，福利多，是吧？能看上自己赛道级别的一款轿跑车型，给到我们的用户朋友们。是的，诚意满满，那必须的。我看看啊，上班为购车的女孩子啊，打动她们。哎呀，其实我觉得车主这个东西呢，更多的是看个人的选择吧。是的，对，就像这样一辆车，虽然说我们20岁到35岁的一个车主占比能超过70%，对的，但是你就能说我不管着剩下来的30%车主吗？是的，其实不行。对，所以我们更多的是想兼顾到更多人的一个舒适性的体验。是的，我们希望能够真正让我的每一位车主都能感受到我的诚意，而不是我针对哪一个群体较多的车主，我就应该更多的去兼顾到他，而去放弃另一部分车主，并不是这样的。其实一款车就是没办法用性别和年纪来去定义，对不对？根据大家的一个喜欢，真正的去感受到这一款车是否是你们想要的一款车型，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对不对？阿总说想要轿跑的，那我觉得可以关注到我们2027款的星途 ES， 因为毕竟这款车型我们刚刚才开完我们的一个预售会，当下的预售权益包括它的预售价格都可以全方面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去讲解。那同样，如果大家刚有很多朋友们也看到想去入手到 SUV 车型的，那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现在在售的 SUV 车型，对不对？星途 ES 这款车型，是吧？哎，我看这个，刚刚咱们这边。咱们有车主跟我去聊了，他说这个买过了是吗？啊，这就已经买过了，这定的倒是挺快啊。刚刚我们还问他说有没有下定的，就可以说就是价格，他已经下定了，预售价格出来那一刻已经开始下定锁单成功。他刚把 EX7 提到手，然后现在紧接着订了一辆 ES， 他准备把这辆 ES 给媳妇儿开。那我可以说恭喜你成为我们2027款星途 ES 的车主。是的，哎，我看看还有这个来，这位用户朋友们说到价格区间，来，我们再给大家去说一下价格。很多朋友们可能刚刚来到我们直播间，首先来给大家去分享价格。我们增程302 Max 版本激光雷达版本售价是在18.99，我们增程255 Ultra 4驱版本我们售价是在20.99，我们纯电860 Max 激光雷达版本我们售价是在21.99。那主播刚刚说到的3个配置、3个价格，全都是我们的一个预售价格。那当下的话，我们的预售权益有我们的现金领，像现在下定1000块钱定金可以抵4000块钱的购车金去使用。我们炫彩礼的话，6000元的高档外观车漆颜色，现在3000块钱就可以升级。那哪3款颜色呢？一个是我身后的暖云杏，包括我们云银紫、星驰银这3个颜色，只需要半价就可以选择到。在这样一个价格区间内，其实我们能给到大家这么多的权益，我觉得针对我们的车主，其实给到的整个优惠力度还是比较大的。那包括说在正式上市之后，我们的价格可能还会再有一点小小的惊喜，大家可以简单的期待一下啊！我看有朋友已经说了，这价格放在1年前想都不敢想。是的，来，这位朋友是让主播去说说价格权益是吗？刚刚说的是我们的价格，然后权益的话，刚刚说的是我们现金礼，包括炫彩礼，对不对？那我们限时的话有升级礼，价值8999元的一个外观套件。
件，我们现时4999元就可以升级，现时我们增程302 Max 版本激光雷达和我们纯电860 Max 激光雷达版本，价值6000元的20寸的竖插轮毂加品牌轮胎，限时免费赠送，仅限于我们增程302版本啊，朋友们，价值6000元的20寸刀锋刃轮毂加上我们品牌轮胎，限时免费赠送。仅限于我们纯电版本860版本，是不是啊？所以这次的话，无论大家去选择到我们任何增程版本还是纯电版本，我们的购车权益、预售权益都是非常之香。那同样的话，我们当下线下门店也会有当地的一些优惠权益，大家右下角的小卡片也可以提前去预约好，锁定好我们的预售权益在手。我看很多朋友大家对我们这款新车其实都还比较关注啊，尤其是对我们整个价格和权益，是的，这个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包括说很多朋友现在已经在催我们上市了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这辆车刚刚开启预售，1个小时。是的啊，就这个上市的话，可能稍微离得有点近了。我觉得给大家1个小时去订车的话，时间是不是稍微有点短呢？是的啊，这样吧，我们过一段时间再上市，好不好？是的啊，等我们到时候把这个正式的上市价格、权益以及它的配置定下来之后，会在直播当中给大家正式的去聊。是的，我们也会到后续的话，也会全方面的跟大家去分享到我们具体的一个上市时间。那当下的话，朋友们，我们更多的是想让大家去了解到我们身后的2027款星途 ES 这款车型。我们本次的主题内容，其实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叫做赛级民用操控之王。大家买一款轿跑的话，会关注到哪些配置功能？也可以在公屏上跟主播分享，是不是当下大家的购车选择方向，也可以在公屏上多跟主播分享。主播也会全场景的给大家去介绍到我们身后的2027款星途 ES 这款车型。还有的朋友说现在准备买这个老款的是吗？老款可以啊，但如果说您当地有现车，您可以去选择到啊。当然，新款上市，老款的价格相应的会更好谈一点，这个也是大家知道的一个信息。当然，您知道，别人一定也知道，说不定别人在心中对这个车的价格阈值比您更高，那您就买不到了。是的，所以这次的话，无论大家选择到我们星途 ES 那个版本的话，我觉得当下预售权一定要去锁定好，坐等上市是吗？大家一定要点好关注哦，粉丝朋友们。预计的话，上市时间就在不久的时间里面了。既然我们都开了预售会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就下一步就是我们的上市发布会。是的，我们给大家留这么一小段时间去进行到整个的预售的下定啊，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去享受到我的预售权益之后啊，我们就会开始进行筹备到本次我们2027款星途 ES 它的上市发布会了。那大家也不用着急，这段时间呢，我们先简单期待一下，去猜一猜这辆车到底在上市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好不好？是的，那首先的话，再给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2027款星途 ES 12大的变化点。首先的话，我们增程标配大电池包，纯电续航能力就可以高达302公里的一个续航里程。那大家日常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在上下班接送小朋友完全可以用到电？那其次的话，我们第2大变化点就是我们增程后驱大电驱后驱版本换的了大功率，让大家动力操控感更棒。其次的话呢，我们这一次还给大家去做到我们00700辅助驾驶全系升级为一段式端到端那个大模型，相当于给大家能带来是超人的反应能力、类人的思考性、拟人的一个驾车模式给到我们的用户朋友们，包括大家所追求到的叫领航小蓝灯，这次我们也是全系可以给大家去做到点亮我们的小蓝灯了。是的啊，我看有朋友说这个电池终身质保，再加上双保险啊，买车之后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当然了，我们呢更多的不仅是想在车本身上做得更好，给到大家更好的安全性、更好的舒适性、更好的体验感。那当然，在后续的用车环节，作为一个豪华品牌、一个性能豪华车，我也要给到您更好的体验感。买车永远只是服务的第一步，在后续的这些售后，包括说我们的保养、我们的维修过程当中呢，也都会给到大家更好的一个体验感。是的，买车我们才刚刚开始，对不对？那我们最后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是有给大家去做到首任车主整车终身质保，包括我们的3电，对不对？而且像大家所关注到这次的升级亮点，刚有说到我们的小蓝灯，还有花姐刚刚给大家介绍到我们的一个预售权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次我们2027款星途 ES 这款车型，我们做到全面换新，是有大家想要的一些配置功能，我们全方面给大家有做到升级。是的啊，那给大家回答一下咱直播间里面的问题啊，现在2驱0-100加速的。秒数是多少？7.4秒 ，EX7 啥时候 OTA 升级啊？这个车呢，大概是我们大概是每年升级4次，也就是1个季度1次。您可以根据这个时间来
简单的推算一下，好不好？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前一段时间刚刚升级啊，对不对？啊，刚刚升级，然后在下次升级当中，我们目前呢是筹备到了什么3点掉头啊这些功能，预计也都会给大家推送到。当然，我们的27款的 ES 既然也快要上市了，那我相信在下次更新当中。ES 也会拥有到一些新的功能了。是的，来，这位朋友，我觉得他的想法非常超前。他说，预售订车锁单上市居然还有额外的惊喜福利。是的，朋友们。首先的话，第一个，我们现在仅限于是我们的一个预售权益当中和它的预售价格。后续的话，我们还有上市发布会，还有上市价格。来，这位朋友说价格出来了没？价格已经出来了，朋友们。这次的话，我们会带来3个版本给到大家。来，我们分别给大家去说一下价格。增程302的 Max 激光雷达版本的价格是18.99，我们增程255 Ultra 4驱版本激光雷达版售价是在20.99，我们纯电860 Max 激光雷达版本售价是在21.99，3个版本3个配置，对不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出行场景可以进行选择。那刚刚主播说的价格仅限于是我们的预售价格。是的，有朋友说了，这个预售已经够香的了，上市还降。那咱们期待一下吧，好不好？是的，反正华旗已经跟你们说了，这上市啊，它还有惊喜。是的，来我看看，还有说这个车身高度增加3公分更好，车身高度加3公分，那它就不是一个宽体低趴的造型了。是的啊，我们这辆车其实在外观方面也要去考虑的嘛。对不对？车身高度增加3公分，我没太明白这个增加3公分是怎么加，是把底盘抬高，还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对，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是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车您是觉得外观不够好看，还是说底盘有点矮呢？还是它整体的造型太过于低趴了？对对对，因为第一个是的，第一个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其次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相机嘛，对不对？大家可能会觉得相机它是从高往下拍的，可能相对来说会显得我们整个车的前脸更加低趴一点。那它的离电间隙的话，其实它的通过性是非常棒的，无论大家去遇到一些坑洼路面、石子路面，都是能完美的去通行的啊，朋友们，大家也不用担心呢会刮蹭到底盘。刚刚这个咱们置换星途 EX7 的这位车友啊，就刚刚他已经订了咱们 ES 要送给自己媳妇儿的车友，他说感谢我们给了他一辆好车，那同样的也感谢您选择到我们星途，愿意成为我们尊贵的星途车主。是的，来，这位朋友说标很好看，对，其实这个标的话有一个亮点哦，这个标的话我们采用的是枪灰色的一个标，所以这个标的话是能彰显出我们星途 ES 整个车的一个质感。摄影老师，咱们来扫一下这次的车标啊。是的，这次呢给大家采用的是一个枪灰色的车标，并且在这个车标当中呢，我们做的是一个磨砂质感。在这样的一个车标之中呢，其实如果有阳光直射的情况下，它会在表面形成到一道慢反射啊，相比于我们之前的亮银色车标会更显大气、更显尊贵。这是我们这次的一个车标设计啊，我也觉得非常好看。哦，学无止境这位用户朋友说底盘是吧？想要去底盘增加3公分是吗？你的意思就是离电间隙啊？应该是这样子，对不对？但是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的离电间隙的话，大家肉眼去看，其实我现在肉眼去看过去的话 ，ES 的离地间隙是14，相较于市面上其他的轿车来说的话，矮了1公分。对。但是这1公分其实往往在你遇到这些坑洼路面的时候，不是说它高1公分就磕不到，低1公分就一定磕到。是的。再加3公分的话，可赶上 SUV 了，整个车的造型确实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对，你就会感受不到这款车的一个驾驶乐趣了，对不对？那我们选择到它的一个14厘米的一个离电间隙是有经过测量、路测过的，对不对？哪怕我们去模拟了一些复杂路况，我们星途 ES 这款车的通过性都是非常棒的，对不对？无论大家去开在城区道路或者是石子路面、凹凸不平的路面，我们整款车的通过性都是非常好。是的，哦，你说走农村的路不方便啊，其实是方便的。我觉得您不要光用这个数字给自己框住了。啊，您自己去开一开试一试，您就知道它到底方不方便了。其实像学无止境说到了，农村的路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嘛，对不对？对，那不得不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像我们在滇西北首站的为期5天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有一天第3天就开的是我们2027款星途 ES 这款车型，当时我们去到的就是一个比较复杂路况，是整体的通过性都是非常棒，这是我的亲身体验啊。其次的话，大家也可以去开到我们2027款的星途 ES， 哪怕大家去对它可信度不够高。那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选择到我们当地一些比较复杂的路况，看一下它整个车的一个通过性。是的，我来看看啊，考虑换一下大轮胎。来，
正好给大家看一下这次的一个新轮毂，可以切换到我们的一个轮毂。这是我们这次的20英寸的新轮毂造型，好不好看？这次总共给大家准备了3款不同的轮毂。是的，啊，我们的雪花轮毂，包括说我们的锋刃轮毂，以及我们比较受欢迎的竖叉轮毂。是的，竖叉轮毂也算是一直在我们这边都一直受欢迎啊。是啊，然后包括说啊，咱们这次在整个轮毂之中呢，把它的镂空造型做得更大，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了让您的卡钳露出面积能够去做得更大啊，这是满足大家的一个情绪价值所在。包括说在整个的这样一个设计之上呢，也会更多的从造型方面去切入，让大家有更高的情绪价值啊。刚刚那个学无止境老哥说12公分的离地间隙，12公分是满载情况下，是的啊，除非说你车上坐了5个人，后备箱放个东西的情况下，它是12公分，但这种情况一般不多。啊，我说的这个14呢，它是空载。那同样的，我说的别的轿车15公分，其实也是空载情况下，是的，好不好？像花旗刚刚介绍的这个轮毂的话，限时免费也会赠送给到我们的用户朋友们，仅限于我们纯电版本860的一个激光雷达版本，可以免费赠送到我们的轮毂。有朋友说这个轮毂好看，那确实是好看。而且这次的轮毂，其实目前我看到这个权益也给大家做了不少。那是的，可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轮毂现在有到哪些的权益？是的，刚刚像花旗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这个轮毂造型2寸的锋刃轮毂，加上我们品牌轮胎限时免费赠送，仅限于我们纯电版本860激光雷达版。那其次的话，如果是选择到我们增程302版本的一个激光雷达版本的一个车型，我们限时免费赠送2寸竖叉轮毂，加上我们品牌轮胎，所以相当于大家所能看到的我们的配置造型，大家喜欢，那额外我们这次还不需要大家额外花钱，对不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线下门店，第一个去根据自己的出行场景选择到我们想要增程还有想要纯电。其次的话呢，当下我们的预售权也是非常之香，我们现在下定1000块钱可以定金，可以抵扣我们4000元的一个购车金给到我们的用户朋友们，包括我跟花旗我们右手边的一个车漆颜色限时免费半价就可以升级，3000块钱就可以进行升级到。这个是我们的新颜色，我们的暖银杏色。对，再包括说我们这次其实还给大家做了其他的新颜色啊，比如说我们的星驰银啊，再比如说我们之前其实有到的一个颜色就是我们的云英紫，这3款颜色都是原价6000元，现在限时是3000元能够进行升级的车漆颜色。是的，来大家很多2位主播回复我，小峰来我来看看，仔细观察一下你的问题，好不好？稍等一下啊，大家的这个弹幕刷的有点快，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每一个都给大家回复到。我看看这个，我看小峰刷屏了，我稍微往上去翻一翻啊。对，小峰问了什么问题啊？可以再重新挑一下。主播说上市有惊喜，那我蹲可以蹲啊。上市的时候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惊喜。看看内饰是吗？可以啊。那刚刚说到轮毂嘛，那我们延展下去就是它的内饰。那内饰的话，这次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一个内饰颜色，包括大家所的川西能不能开？川西能不能开？可以说包能开。下次有机会我们主播亲自开过去给你们看，好不好？对，我们上次我们去的是云南滇西北，那下次说不定有机会咱们就到川西了。来，导播老师，我们来给大家去看一下内饰。我看到很多朋友们都呼声想去看到我们整车的一个内饰。那我们这次的话，刚好我们发布会的现场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内饰颜色。这个内饰颜色我们叫做叫灰紫色的一个内饰颜色。是的，目前在这样一个灰紫色的内饰当中，会显得咱们整个内饰的空间啊，因为它做了一个低饱和这个色调的内饰嘛，所以会显得你整个空间更大。然后第二呢，就是能让你在整个空间内感到一种叫极简轻奢风，而且这个颜色非常温馨，对不对？好比回到家里一样，对不对？它在整车的驾乘操控感给到我们用户朋友们的一个驾驶乐趣。那坐在我们的整个车内，给到大家的是一个温暖的用车体验。是这款车的一个内饰我看到这个小峰的弹幕了，他说想买 ES 就是车太宽了一点点。车确实。它的宽度，您觉得一台 C 级轿车，它做的如果太窄了，会不会像一根筷子呢？就显得比较小气了。哎，对，有点小气了。我看看啊，而且啊，其实啊，就说这个拍一下车门厚度的，来，还有中控大屏，哇，这个运镜运的太帅了，本身车就帅，然后再加上我们老师运镜也很专业，每一处的小细节都没有放过。是的，我们这次的新内饰造型其实更多的也能给大家提供到一些咱们情绪上的价值，好不好？然后咱们呢带大家看一下这个车门的厚度，好不好？门板的厚度，对，门板的厚度，来，这样以我的手作为参照物啊，可以。
我1.9米的身高的手，你看一下这个是。它比我一个手掌还要更厚。这个门的厚度，大家有没有看到？花旗的话，再给大家用手掌给大家去测量。咱们整个门板的厚度为什么这么厚？不仅是做了一个一体式的门环，并且在这个一体式门环当中，您看到的这块门板之内，我们是做了3道防撞梁的。是的，对。确保大家在难免会遇到，大家会问到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问题的情况下，如果说侧方来车发生碰撞，我们更多的能够去保证到您在车内的安全性，好不好？是的。农村公路所以有点窄，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您把支架打开好不好？其实，我刚刚看一下小峰的问题啊，说车太宽了，是不是？像当下这个车宽，它是确实会将近到2米的一个车宽啊。但是呢，如果大家在用车的过程当中，或者你开在自己老家的路面上，一些路段，对不对？其实它的通过性也是可以的。那如果真的不能通过，那为什么我们会把星途 ES 这款车它的车宽做到1975？是的，哎，有说这个车内饰颜色好看的，这车内饰颜色确实好看，灰紫色的内饰，是的，并且在整个内饰的设计层面上，我们更多的采纳到了我们的用户朋友们给我们提出的意见。是的，来，刚刚这位朋友说这个配置、这个性价比是这个性能价格是多少？来，很多朋友们是不是还没有了解到我们的一个预售价格？是，那我们最后的话再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一个预售价格。然后预售价格的话，再给大家去说，我们增程302 Max 激光雷达版本预售价格18.99，我们增程255 Ultra 4驱激光雷达版本预售价格是20.99，我们纯电860 Max 版本激光雷达21.99的一个价格。那刚刚有问到我们整款车中控台是否有实体按键？是有实体按键的啊，用户朋友们。上市之后能不能维持现在预售权益？预售权益仅限于预售会啊，朋友们。哥，你猜它为什么叫预售权益？对它，你得在预售期间下定，才能够享受到预售权益。你上市发布会会有正式的上市权益啊，对，它是不一样的。是的。就如果说我们想把预售权益和上市权益都拿到手，那就当下就下定，下定锁单啊，用户朋友们。来，我看看还有说这个。勒芒赛事参加了吗？参加了啊！目前给大家汇报一下进度啊。我们已经搭建好了国内的一个测试场地，在我们的我们现在现场呢，其实有一辆我们的星途 ES 改的赛车，是的，已经在我们上海的天马赛场去进行到测试了。目前的整个极速的测试成绩还相当不错。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整个车的这样一个耐用性，包括说可能保持24个小时的热平衡这方面再做好。然后我们再筹备一下，可能后期就真的会去给大家下赛道了。因为我们是国内首个和勒芒签约的车企，所以我们一定想把这个成绩做得更漂亮一些啊。是的，把这最终的一份答卷交出一份分更高的，让大家更满意的答卷。是的，我们是可以通过大家所关注到我们星途官方直播间所能了解到，包括刚刚有位粉丝朋友问到怎么去下定。第一个怎么去下定？通过右下角会弹出一个小卡片，点击立即去预约，线下将近300多家门店可以帮你去对接好。同时的话，车身颜色有增加了吗？有增加啊。雪无止境的话，我们身后的这个颜色就是我们的一个新色，叫做暖云杏。包括我们有给大家做一个叫星驰银，还有大家所喜欢的一个紫色，我们叫云英紫，对不对？是的，我们希望呢能够给到大家更多的选择性啊，能够给到大家的这个驾驶质感，是的，好不好？我看看啊，想听听这一车的关门质感声，没问题。来，导老师，是吧？切近一下我们的一个，那咱们简单听一下关门的声音啊，想听一下这个声到底厚不厚实，对不对？来，嘘，怎么样？这个质感应该光听声音就能听出来吧？已经不只是厚实这么简单了。我觉得更多的能给到大家的整个安全性方面，其实我们做了满满的设计，好吧？是的，来，刚刚这位朋友问增程的电池包有多大？大家会问到4驱的电池包的度数和老款还是一样的吗？来，首先给大家说一下哦，我们这次的话有给大家升级的一个点，就是增程标配到大电池，我们全系标配到41度的大电池，我们后驱版本纯电续航能力可以高达302的一个公里的续航里程，给到我们的用户朋友们。是的，我们41度的大电池，CLTC 的一的纯电续航里程数达到302，是的，综合续航里程数能达到一个1685。然后包括说，其实这次在整个的我看大家说这个动力方面，221千瓦的6合1电驱增程后驱换装大功率电驱。
是的，来，我们的车身颜色，我们身后的车身颜色就是我们的一个新款车漆颜色，给到我们的用户朋友们啊，朋友们，大家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更多的要去线下门店去看。是，其实通过镜头，大家一个能感受到这款车漆颜色的一个质感，是由它具有光泽度。那同样，大家去线下门店去感受到我们这一款车漆的一个质感，对不对？它不仅做到有光泽度的同时，它能做到的是整款车的颜色饱和度，也是给到我们的用户朋友们。而且这次的话，我们暖云杏这个颜色，限时只要3000块钱就可以升级到了，对不对？标配有4驱吗？啊，4驱不是标配。4驱可以进行选择。对，因为4驱它并不是一个每个人都需要的功能，而且4驱大家也知道，虽然说电车的4驱相较于2驱来说，能耗增加的没有那么多，但总归是增加了。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可能更多的会追求到一个极致的续航，所以呢，我们还是把2驱和4驱进行了区分的。是的，2驱和4驱的话，就根据大家的一个出行场景啊，比如大家如果是在南方的朋友们，相对来说下雪天气是比较少的，对不对？其实2驱完全足够的，对不对？其次的话，如果你们追求可玩性，包括大家喜欢比如是北方的朋友们，下雪天比较多，是不是？而且像下了雪、上了冻，会担心到是不是车辆会打滑的一个状态？是的。那当然，那肯定是选4驱。4驱相比之下，那肯定是会比2驱的动力更强，对不对？我看有朋友说这个风雨交互大灯帅吧？来，给它打开一下，咱们简单看一眼。我们风雨交互大灯的话，可以根据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现在显示的是一个天气的状态。是的啊，现在是我开了个双闪，然后大家能看得到啊。在开启双闪之后呢，不仅是我的风雨交互大灯和我的日间行车灯，它是有一定的这个互动性的，并且在我的下方这个位置，来，我给它遮住啊，这个位置它是有到一个照地投影的功能，咱们在镜头里其实也是一定程度上能看得清楚的，对不对？是的，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能不能看到我们地面的话，也会投射出我们的双闪的一个状态，对不对？这对于大家夜晚在用车的过程当中，能提醒到我们路人行人，对不对？确保我们双方人员的一个用车安全性。然后很多朋友们会说到我们 ES 的前脸太帅了，我们这次的一个做到一个低趴的一个前脸造型，包括大溜背的一个设计，风之美学，所以它整个车的一个线条感像风一样，非常流畅。是的啊，我看朋友说这个 ES 前脸太帅了，当然了啊，因为我们这辆车它兼顾到的是风之美学的设计，所以当然帅了。4驱费电影响续航，其实呢4驱版本啊，它是有一个适时4驱或者说2驱功能可以去打开的，但是总归啊你是重量变重了，其实还是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续航。所以说，如果您更多追求到一个极致的续航，而并非是短期的加速或者说更好的动力，其实2驱绰绰有余，完全足够。来，这位朋友说这颜值我女朋友肯定喜欢，那有没有为她而下定呢？对不对？可以去线下门店带着你女朋友去体验一下我们2027款新途 ES 这款车型。4S 门店有展车了吗？这个烟雨的话，对，可以点击我们右下角小卡片，根据你们所在的地方和地区，帮你对接到当下的一个门店啊，朋友们。我看看这个离地间隙上马路牙子应该没问题。上马路牙子，花旗这么跟您说吧，一般正常的马路牙子确实没问题，但是我不建议你们没事往马路牙子上。是的，那用车自己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对自己的爱车也要有所保护吗？珍惜一点，珍惜一点，就是我能做到，不代表咱们非要去做。就像花旗经常跟你们说，我说这车安全系统做得很好，车身够硬，对吧？安全气囊做得够多，但你总不能说花旗这个功能很好，感觉对吧？有时候碰一下应该没事儿，但我肯定不推荐大家这么做。好的呢，有点无聊，这位用户朋友们刷了评论说想看看内饰，可以的，来导播老师跟着我们的脚步带大家再去看一下内饰。我看你刷了2遍了，一定要带你去看一下我们这一次的全新那个灰紫色的内饰颜色。是的，是导播老师，我们准备一下，是我们镜头锁定好啊。导播老师来到我们的镜头前方，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灰紫色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内饰颜色，对不对？刚刚有朋友问说这个有遮阳帘了吗？这车不需要遮阳帘。是的啊，这车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顶上的这块天幕呢，给大家做的是一个双层镀银隔热的天幕。是的，这块天幕它能够隔绝到99.9%的紫外线，并且它的隔热率相较于咱们铝钢车顶的话，能够提升到30%，相较于普通的玻璃的天幕车顶，能够去把温度降低7到8度，而且在这样一个天幕之下呢，如果说您真的有这方面的需求，说花旗最好的隔热防晒是物理防晒，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您也可以去选装到我们的
遮阳帘啊，自己给它装上也没问题。这个是我们有为车友朋友们考虑到的，好不好？是的，我们给大家做了双重保障，给到我们的用户朋友们，包括刚刚有点无聊，这位用户朋友说想去看一下整车的一个内饰颜色。那刚花旗介绍是我们的一个大天幕，对不对？内饰颜色这次是我们全新那个灰紫色的内饰颜色，而且整款车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极简的一个轻奢的内饰设计，给到我们的用户朋友们。咱们内饰刚刚已经给大家刚介绍过，那我就大家先看一看，然后我去回答一下咱们抖爸爸这边的弹幕，好吧？可以。是这样的啊，首先这个朋友说谈操控，星途的车指哪打哪，没错啊，我喜欢开快。你喜欢开快车，你说指哪打哪，开快车不是一个很好的行为啊！我建议大家不要去这样做，好不好？啊，咱们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去开车。车的操控好，底盘好，我更多的是为了保证你的驾驶质感，保证你的驾驶乐趣，而不是让你去开快车的。哎，这位朋友，等一下，来，有位朋友问到有没有实体按键，有的。刚刚有没有没注意到吗？这位朋友有点无聊。朋友们有没有没注意到？因为刚刚你说到了想看内饰的，我们再把镜头留在我们的内饰的中控台上方，给大家停留10秒钟。是的，来，我给大家简单指一下这个咱们的实体按键位置啊。是的。在这个位置，这次呢给大家做的和我们 ET5做了一个家族式的设计，是飞檐瓦片式的中式美学设计的这样一个咱们的这个实体按键，而且在实体按键当中，我们之所以做成这个造型，是为了更好去满足到咱们有些车友的需求，盲操啊，我在熟悉使用这辆车之后，是可以实现盲操的。啊，保证您在用车时更安全，好不好？是不是？那有点无聊，已经带你看完了内饰，包括实体按键，你说确实有质感，对不对？其实第一个，大家通过镜头都能感受到整款车的一个设计，它的布局的精致度。那大家右下角小卡片，其实这个也去线下门店去看到我们整个车实车给你带来一个视觉体验效果，包括大家坐在我们的整个车内去体验到我们座椅的舒适性，还有大家所关注到乘坐的有效空间，对不对？是的，稍等啊，我一个一个回弹幕。这个灰紫色内饰太戳审美，看完不想对比了。是的，OK 的，来我看看啊，可以不用遮阳帘，但不能没有。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在我们精品商城当中其实是有遮阳帘可以买的，好不好？啊，或者说咱们可以直接和当地门店去聊一聊，看门店能不能给您安排一套。是的，其次的话，像这位朋友问到预售发布会已经结束了吗？已经结束了，但是呢，朋友们，我们活动还没有结束，对不对？我跟花旗的话，如果你们想了解预售价格，包括预售权益详情的内容，我们可以再一次的跟大家去分享到，包括我们的辅助驾驶。是城区，哎，这个有点无聊哦。我们叫做辅助驾驶，不叫做自动驾驶啊，朋友们。对，不是自动驾驶啊，这个大家要搞清楚。再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的雷音700是辅助驾驶，一段是端到端那个大模型，给到我们的用户朋友们，好不好？是不是？然后这边朋友说，我喜欢星途的驾控感，开得越快，驾驶乐趣越足，那不是啊。有时候驾驶乐趣啊，不一定要在这种特别快的情况下去获取。如果实在是想开车开快一点的。在高速上快车道，120码够不够快？咱们去感受一下，好不好？那就不要再快了，好吧？啊，就这个速度，我觉得已经能感受到了。那多久能试驾？根据门店到店的一个情况，好不好？然后，如果大家想优先去试乘试驾到我们2017款星途 ES 这款车型的右下角的小卡片，可以先去预约。然后，刚刚这位徐伟用户朋友说有没有老车主福利？那您作为我们老车主的话，你右下角我帮你去对接一下线下门店的专属福利给到您，好不好？当下的话，我们现在是有预售权益给到我们的用户朋友们，下定1000块钱的定金可以抵扣4000元的购车金去使用。啊，我看有朋友说这个想看电动尾翼的，老师，咱们看一下这个电动尾翼方面过来拍一下嘛，这样我把它升起来，好不好？是的。这次的电动尾翼呢，总共给大家做到了一个1档和2档2档可以去进行调节的啊，依旧是保持了我们一贯以来的一个设计。那咱们把这样一个电动尾翼。啊，给它升起。来，在打开电动尾翼的过程当中，我们再跟大家去说一下，有很多朋友都说是星途的老车主，置换有没有补贴？点关注，右下角小卡片先去预约。来，现在的话我们是打开了，对，现在是1档，来，我们开一下2档。哇哦，帅不帅？啊，哇，大家有没有看到它的动态？你觉得帅不帅？是非常帅啊，对吧？是不是？啊，其实这个电动尾翼呢，不仅是能够去做到一个颜值上的效果啊，它其实在我们日常真正用车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能够去对我尾部的一个扰流进行到一个更好的操控控制，保证我的车身出现这种侧翻侧倾或者说左右颤动的
概率是更小的。是的，确保我们整车在行驶的状态下，它的一个稳定性。刚刚有位星空这位朋友说想看一下小蓝灯，因为我们现在在预售发布会的现场，朋友们车辆无法启动到雷凌700，对不对？只有你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才能启动到我们的雷凌700嘛，对不对？那首先的话，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小蓝灯的位置会在哪里？会在我们的后视镜这个方向。朋友们，包括我们的尾灯都会有我们的小蓝灯进行点亮。是的。然后大家有点无聊，还想去看一下我们的2排空间是吗？二排空间可以，后排空间可以带大家去看。因为后排空间，那要不我们坐一下？是的，你坐里面就可以了。花旗大家过来看一下这个后排的空间啊。花旗的身高是1.9米，这样你去前排。这样的话，我们能知道前排的司机大概是什么位置。是的，先让我们的导播老师跟着你的脚步来到我们的2排空间，好不好？那咱们来到2排空间，然后我们模拟可在主驾去给我们进行开车的状态。花旗在2排的空间到底能做到多大？好不好？你上车之后找一个你最舒适的角度，你去调节，好不好？是的。来，花旗1.9米的一个身高，首先头顶上1拳半多。1拳半多的一个空间，来，然后咱们可呢，正常是在一个臂柱的位置，腿部1拳2拳，手不够用了，3拳左右，是的，好不好？3拳左右的一个空间，加上头顶上1拳半左右的空间，这是我个人在用车方面的需求，而且，来，花旗1.9米的身高，腿能够在咱们的座椅上去放平，看到没有？是的，完全贴合。对，完全贴合到整个座椅上，这就是10层的星云座椅能给到我们提升到的这样一个质感，好吧？那这个2排空间呢，咱们就先看到这儿了。你不要觉得这是一辆大6倍的低趴低矮造型的车，它的空间就小，不是的。是的，我们更多的是把整个车内的空间利用的是非常好，能让我们用户朋友们像花旗身高够高了吧，对不对？1.9米，1.9米应该算是比较权威了吧？这个身高去测，给大家去亲测了一下我们2排的一个乘坐空间，有点无聊，有没有看得见？是不是？从你想看内饰，想看我们的中控台，想看到我们的2排空间，我们全方位的带到我们用户朋友们去了解到。那更多的用户朋友们，大家一定要去线下门店去试乘试驾，去锁定好我们的预售权益，去锁定好我们2027款星途 ES 这款车型。是的后排腿部空间余量很充足，满载出行也不会局促，那必须的。对，多看看细节，每处的小细节，大家关注的点跟我们分享，因为我们最后15分钟时间带大家去了解了，粉丝朋友们。是的，我来看一下，谢谢主播这个尾翼是可以自己控制固定开启的吧？这个尾翼是这样的，有手动和自动2种调节方案。如果您开启自动的话，您在每次开车的过程当中，它会自动升起。如果您开启手动调节的话，就需要您自己去进行更改模式。对，有1档、2档，包括说关闭的3种状态，好吧？来，这位用户朋友们问到纯电的续航里程，纯电版本的话，我们是100多的电池包，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860。对，860的一个续航里程给到我们的用户朋友们。金色和橙色很好看，金色和橙色是什么颜色？金色和橙色。您说的是外观还是内饰啊，这位朋友？说的是我们的暖云性吗？还是什么呀？还有天蓝色也好看。您说的是蓝色的话，我们之前有这个叫淡天青，对，那个蓝色确实也挺好看。那个是蓝色，那个我很喜欢，那是一个那个应该叫什么？这应该怎么算？高饱和对，应该算是一个高饱和的色系。做的很好看的车身颜色是吧？天蓝色确实挺好看的。内饰颜色为啥不上深色的？因为这一辆展示的不是深色的而已。其实如果你想要深色的话，霞红可以考虑到我们霞红。霞红色做的一个黑红撞色。是的。其实那个颜色，第一个偏运动一点，第二它是一个深色造型。浅色系造型它的好处是什么呢？第一，在浅色环境当中，人的视觉感官上空间会更大。是的。然后第二，浅色系搭配到这样一个极简风，会显得更加的奢华。这2点好处，好不好？它是一个轻奢、比较简单的一个内饰布局，给到我们用户朋友们，是吧？是。其次的话，我们的车身颜色，像当下大家所能看到我们的一个车身颜色，这个颜色就是我们新的一个车身颜色，叫做暖云性。它其实是有点像，你说它是像粉色，它不太像粉色。对不对？它有点像肉粉色的感觉朋友们，这个颜色的话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我们线下门店去一睹我们星途 ES 这款车的一个外观风采，包括大家所问到的一些详情内容，包括我们整款车的续航里程，我们会依次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的。是的，其实目前呢，我已经能猜到这辆车
真正上市之后了，我觉得会有，就尤其是这个暖银杏的颜色，应该会成为很多的女车主的首选。其实让我选，以我现在当下去选择一个外观颜色，你选什么颜色我就会首选到我们身旁的暖银杏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很好看。对，就这个车身颜色其实设计的很棒。来，有银色吗？外观当然有星驰银啊，也是花旗这次最喜欢的颜色。星驰银搭配到，你看这位朋友说到银色的外观有吗？包括内饰喜欢浅灰色。那我觉得你可以选银色搭配到灰紫色的这个内饰颜色。星驰银搭配到灰紫色的一个内饰这样的一个设计啊，其实我觉得就更多的会适合到你的一个对颜色方面的喜好。是的，来这位 Monster 这位朋友，大家可以右下角小卡片，您可以去预约，然后帮你去安排好去看实车啊，朋友们，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我们实车的内饰颜色，包括它整个车的一个外观造型。是的，说再多，你看通过镜头，它是一个2D 的一个展示的效果，对不对？不够具象。星驰银大气，暖银杏温柔，纠结了。确实，我觉得你形容的特别棒。确实，暖银杏这个颜色确实很温柔的一个颜色。对，很温柔。这个颜色确实很温柔。整个颜色看起来，首先是一个浅色系、淡色系啊。就现在咱们去看整辆车的话，更多的会让我有一种放松下来的感受。然后包括说咱们在整个内饰设计上，因为内饰也是一个低饱和的色系嘛，所以整个车给我的感觉就是很舒适。对。来，这位朋友想问一下，电动尾翼可以手动控制开启吗？和锁定？可以，当然没问题。我们可以手动开启，包括自动启动也是可以。它是有2个模式，给到我们的用户们。有自动和手动双模式可以去调节。给到我们的用户朋友们可以自行去调节，包括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想展示一下你的尾翼，那当然可以啊，对不对？我们手动可以进行两档调节。就包括说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啊，您想去让您的尾翼对车提供到一个下压力。啊，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呢，速度上去之后，把尾翼打开，对，能给到您的整个驾驶质感上是有一定的提升的。是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星途 ES 这款车型作为我们2027款的星途 ES， 它是有做到全面的一些换新，包括它内饰颜色，包括霞红内饰的一个优化，还有大家所能看到我们的中控台是不是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全方面的一些升级，包括我们新增了中控台的实体按键、空调出风口、饰板调整，能让我们用户朋友们通过镜头就能看到我们星途 ES 这款车它内饰的一个豪华，包括它的一个轻奢质感，对不对？就每个人可能对车的理解也不同，需求也不同，但是我们星途 ES 这辆车更多的希望是能够满足到我们更多车友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用车需求，去满足到大家在这个用车过程当中的各种对生活方面的追求。是的，来这位朋友问到预售会时间最晚是到多久？我跟花旗会陪伴大家到我们的9点半，还有最后的10分钟。所以说，如果有的朋友啊，现在想要去到咱们的门店当中感受到这台车的试驾车，其实目前呢已经有很多的门店有试驾车了。咱们在右下角的小组件当中呢，可以去预约报名，好不好？然后我们会从官方这边主动去安排黄金客服跟您去对接。来，这位朋友问到2驱也有后尾吗？你是问到许文华这位用户朋友说2驱增程2驱版本有没有就是电动尾翼吗？如果是2驱版本的话，你可以选装 Ultra 版本的话全系标配啊，朋友们。然后纯电版本的价格，我们这次纯电版本只有一个版本，就是100度的电池，我们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860公里的续航里程，所以它的预售价格是21.99。是的，2驱版本的话，302的那个版本的话，原本价值8999元的选装包，现在是限时4999元。选装包里包括了咱们的 ISD 风雨交互大灯以及咱们的御风电动尾翼。是的，其实成本都不够。是的，你知道这次预售权益是非常香的。光这一对风雨交互大灯的价格，就在8000元左右。我们现在真的就是相当于是给大家在预售期间，就希望大家不要被价格所困住。是的，对，更多的去选择到一个自己喜欢的配置。是的，还有大家所想要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外观颜色，包括内饰颜色，对不对？这次的话，我们也给大家做全面换新嘛。星途 ES 这款车型，它的外观颜色，我们身旁就是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外观车漆颜色，是的，包括内饰颜色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灰紫色的一个内饰颜色。有朋友问这个预定权益是什么？来，那花旗把这个价格和咱们的权益给大家说一下，好不好？可以的。来，首先咱们增程302 Max 激光雷达版本的价格是189900，咱们增程255 Ultra 4驱激光雷达版本的价格是
20万9,900。是的，咱们纯电860 Max 激光雷达版本的价格是21万9,900。那么限时预售权益总共有6点，咱们第一点，现金里下定即可以去享受到1000元定金抵4000元购车金的一个活动，炫彩礼价值6000元的高档外观车漆颜色我们的星驰银、我们的暖云系、我们的云因子，并且会采用到不同的工艺去给您上漆，不仅仅是一个不同的颜色，它会有不同的喷涂工艺。是的，现在限时是3000块钱可以去进行优惠升级，以及咱们的升级礼。咱们增程302 Max 激光雷达和纯电860 Max 激光雷达版本的用户，价值8999元的外观套件 SD 风雨交互大灯以及御风电动尾翼，限时4999元升级。价值6000元的20时的树杈轮毂加品牌轮胎，限时免费赠送给到咱们的增程302 Max 激光雷达版本的车主，价值6000元的20时这个锋刃轮毂加上品牌轮胎，限时免费赠送给到咱们的纯电860 Max 激光雷达版本的用户，以及价值8999元的外观套件 SD 风雨交互大灯加御风电动尾翼，免费赠送给到增程255 Ultra 4驱激光雷达版本的用户，以及最后价值6000元的20时运动花瓣轮毂，限时3000元能够去给到咱们增程255 Ultra 4驱激光雷达版的用户。是的，那刚刚花喜的话已经把我们的预售权益全部给大家去分享完了。那这一款车型的话，大家如果想去入手的，大家一定要锁定好我们预售权益。像这位朋友问到我们预售到什么时候？预售到我们上市发布会的前夕，好不好？对不对？那具体的话，上市发布会是哪一天？大家可以点好关注，都会通过我们官方直播间优先带大家去了解到。然后这位朋友问我们是不是在直播？全程都在直播全程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24分。虽然我不能跟大家面对面的去沟通，但是我们可以实时在线，对不对？智驾用的是什么？智驾用的是00700和 EX7是同一套。是的，是大家如果关注到辅助驾驶这个功能的，我觉得大家去体验，因为辅助驾驶大家听一些数据不够具象化，一定是在你用车过程当中，它所能给您带来一个用车体验感，是它到底遇到一些复杂路况会不会掉线，对不对？大家会问到这个问题，会不会退出，然后让大家去接管，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去我们线下门店开启到我们星途 ES 这款车型，去体验到我们00700辅助驾驶它的一个表现能力。对不对？从它的买早了不要伤心粉丝朋友们，这款车型是有更多的用户朋友们可以去体验到的是我们叫做赛道级别车的一个用车体验。那其次的话，无论您是买的哪一款车型，我觉得一款车你选择它一定是有它的道理性，对不对？更多的是这款车一定是提供了你的一个价值性给到我们的用户朋友们。去年才买是朋友们，今年的话，第一个你可以考虑到我们这款车型，其次的话也可以给你家里人，对不对？会考虑到轿跑的车型的，也可以关注到我们2027款星途 ES 这款车型。是的，不同的款呢会带给大家这个不同的体验感。是的，还是那句话，早买早享受嘛。是的，对不对？您在去年选择到了咱们的星途 ES，那我相信您这1年当中应该感受到了我们整个辅助驾驶它的一个变化，包括说它的升级点，以及一路走来能看得到我们这个辅助驾驶00700的成长，好吧？来，我看看大家的这个问题说这个置换礼没有吗？置换礼只是今天在预售期间暂时没有，在真正上市的时候我不敢确定到底有没有，好吧？所以大家可以把关注点好，我们本场直播还有最后4分钟的时间，如果大家还没有去锁定下单的用户朋友们，是的，右下角弹出的小卡片，抓紧时间去锁定好我们的预售权益，包括大家想去试乘试驾我们全新的2027款星途 ES 这款车型的用户朋友们，右下角的小卡片同样去预约。主播全程帮大家去对接好。是的，意思是说到正式发布会期间下定都可以算到预售权益吗？对的。是的。在你上市发布会的前期，对，在24点上市发布会之前咱们一定要赶紧去下定，你才能享受到这个预售权益了，好吧？然后看看去年才买的，今年出新款，这个1年出一个新款不是常态吗？其实你说更新的速度其实如果大家有关注到车企行业的一个发展的话，其实有很多车企可能或许3个月甚至半年，对不对？其实那你知道吗？其实我们现在1年推出一款新的，它都有人嫌慢。是的，很多车友一直在催我们说能不能赶紧上。我们一辆车上了不到3个月，就有车友开始催我们。27款上完了，有车友在26年催我们上28款，你知道吗？
是的，其实大家要去了解到的，就在每一年，就比如当下2026年来讲，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的是它辅助驾驶这个功能。如果放在2025年，大家可能相比之下，可能对辅助驾驶这个功能会觉得，还不够，是还想多去是迭代升级。那当下来看的话，辅助驾驶这个功能是非常普及化的一个存在。所以这一次我们2027款星途 ES 这款车型全系都带有猎鹰700辅助驾驶，包括我们的小蓝灯，对不对？是的。然后我看还有这个很多朋友可能对我们这款车现在比较感兴趣的，想要去试驾的，想要去感受的，还有问这车是哪家的，我们是奇瑞旗下的高端品牌，我们叫星途。那我们这个车呢，大家是我们今天晚上在7点半的预售发布会，刚刚进入到预售的咱们的2027款的星途 ES。我们这次的活动主题叫赛级民用操控之王，我们更多的希望把这样一辆车更好的体验感、更好的驾驶质感、更好的安全性带给到咱们的用户，带给到咱们的车友。那如果说您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呢，对这台车刚好感兴趣，我建议您到门店去试驾感受，我相信能给您带来的驾驶质感和在我直播间所听到的一定是不一样的。那咱们如果说今天想要去参与到整个的试乘试驾，或者说想要去订车的朋友们，直播间右下角的小组件，您可以去预约报名，我会安排到咱们官方的客服主动给您去讲解到，好不好？还有打算置换旧车入手这款期待置换政策详解的没问题。那咱们等它正式上市吧，好不好？当然，我建议您可以先去试试车，如果觉得现在的预售权益还 OK 的话，咱们先去交个定金，等真正上市之后，2种权益一起拿。是的，那我们本场直播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2027款星途 ES 预售会已经到此结束了。我们本次的主题就是赛级民用操控之王。那我们真正的操控之王是什么？就是我们2027款星途 ES 这款车型。那真正的一个操控感留给大家去体验到了。所以大家把关注点好，我们今天这场直播就即将要结束。同样呢，大家也不要错过右下角小卡片，也可以去预约，帮你们去对接到线下门店。包括明后天我们会接着给大家去分享到我们的预售权益，大家也不要错过。还有包括我们的上市时间，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直播间优先带大家去了解到。那今天这场直播，我跟花喜就要跟大家去到这里了。对，先给大家去说声晚安了，对不对？已经接近9点半了。是的，那朋友们，激情超越梦想，拜拜，拜拜。Exceed 星途。